你好，前一阵上班的时候突然接到前男友电话，我们已经4、5年没联系了。当时没听出他声音，以为是骚扰电话，正在开会，就问了你是谁。他说了名字以后，我告诉他一会儿再给他打过去。结果后面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没人接，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又把我拉回到了那会儿谈恋爱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总是不接电话，但是喜欢给人打电话。配个对讲机，好吧？麦当劳新出对讲机，你给他配一个。不喜欢接电话，喜欢打电话，就喂，然后就不要再回应了，你给他配个对讲机。总是不接电话，晚上终于联系上了，我就问他是不是有啥事儿啊？他就告诉我他现在得了抑郁症。搞得我好像在开一个病人玩笑一样。那给抑郁症病人配个麦当劳应该也是可以缓解的。医生让他找自己信任的人聊聊天，他就想到我，觉得我像个小太阳，总是乐呵呵的。现在我已经结婚了，孩子都4岁了，我工作很忙，还要管孩子，自己都一摊子事儿，早不是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了，根本无暇帮她排忧解难。主要是我们这样联系对我老公也不公平，我就告诉他让他找别人帮忙。但是后面我就心里一直很愧疚，毕竟我们从大学开始谈了5年恋爱，最终以他劈腿分手，就觉得他会不会因为我的拒绝加重病情，但是我又很无力，我该怎么办？送分题，朋友们。姐妹看到了吗？关键我觉得这个医生有点不靠谱。我现在首先我在这段短短的文章里，我发现了一个不太靠谱的医生。他告诉我他现在得了抑郁症，医生让他找自己信任的人聊聊天儿。我来看你干什么？哎，大夫，我现在不是信任你吗？大夫说你再去找信任的人聊聊天。大夫，干啥呢你？我觉得你仁至义尽呢。我觉得你挺仁至义尽的。就这个哥们儿啊，给他打电话，4、5年没联系了，给他打电话，他没接到，打回去那个男孩没接，他又打，联系上了，这男孩告诉他这一切。但我觉得你必须的坦白，首先你不用再主动给他打电话了啊，姐妹儿，是吧？他都有家庭了，孩子都4岁了，你肯定不用主动给他打电话了。我知道你那种愧疚。如果你隔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来电话，你还是担心呢，你可以给他写封信，你用手机发过去也行，但你写的时候写长一点啊。你把你的担忧困扰写在前面，然后呢，你把你的意见建议写在后面，就是我觉得你那个医生呢说的也对，但是你也可以换个医生再去试试，然后再找点其他信任的医生。那医生不是让他找他信任的人吗？你让他找点可以信任的医生啊。因为我能理解这个女生的困扰，哎，买卖不成仁义在嘛，对吧？买卖不成仁义在，就是这个男生他们肯定还是有很美好的过往，关键这男生现在是生病了呢，肯定是万一出了啥事，这女生这心里这后半辈子咋整？所以还是要发一个仁至义尽的。我建议啊，反正他自己现在也放不下，你发一个仁至义尽，你就再也不要理他了就好了。因为确实你又不是说因为他抑郁症不理他了，是因为他劈腿了你不理他了呀。
还是那么多年以前，没有什么，你先不要愧疚啊。其实你没什么，你哪怕现在此时此刻就再也不理他了，你也没什么好愧疚的。朋友，说实在的啊，咱说实在的，家庭美满，婚姻幸福，孩子4岁，4、5年不联系的前女友不是前男友给你来电话说他抑郁症，此时此刻这事儿跟你是没有关系的。这事儿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这深一层想呢，就是你心里的那种，哎呀难受，又怕他出事，你的那种更难受。还有这个人可能还真的是生了病，我们哪怕就是对一个老熟人的病情的关心，你觉得放不下，这我当然能理解。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出于这个割舍不下，你就写封信就好了。哎，不推荐，完全不推荐见面，也不推荐打电话，就写完了就完了，就期待他早日康复呗，好吧？不要那个，对，不要这。你看啊，有朋友说了，说哎，医生建议说你找个信任的人聊聊，但如果这是一个长期看的咱们可能每个人见识到的抑郁症的样子不一样，我就说我见过的，我得抑郁症的朋友一般来说见一个医生不会就见一次的，尤其是听了意见的医生，那我听完你这个医生的意见，我是不是要给回馈？医生说我让你去见信任的人聊聊天，你见了吗？说我见了，我给我前女友打电话了，医生说你前女友多少钱？说4、5年前，4、5年没联系，咋分的手？我劈腿了。那你给人打电话，人咋说？人家现在结婚了，有点困扰。你是这个医生，你还能让他跟他联系吗？不能这样呀！我觉得医生，你说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说你去找一个信任的聊天，这种意见谁都会给，我也会给，是吧？那你作为一个医生，你专业人士，你得考虑，你得负责任啊。所以我说要换个医生吧，我真觉得要换个医生的，我这，我觉得不靠谱。你干嘛呢？这是。我反正咱不说那么远啊，我就是仅对这个姐妹说，你就不要，首先你得放下啊，你别觉得这事跟你有多大关系。如果你还是觉得还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就把这一点关系写一封信，说清楚。人还是得自己走出来，你也得走出来，他也得走出来。我们下一封了哈，我抛开这封信，我说一点那种，因为我是知道一些我的抑郁症朋友去心理咨询碰到什么样的医生的，可能有一点带入我个人情绪了，不好意思。蛋总，我又来了，你上次来是啥时候来？这也没有个前情提要，你上次来是啥时候？行吧，蛋总，我又来了。前2天在朋友的局上认识了一个小男生，觉得挺有好感的，和我喜欢听的歌、喜欢看的书、喜欢的漫画都一样，而且性格和外形也都是我喜欢的那种。但是他是02年的，我99年的，感觉突然去加他微信，很像色眯眯的老阿姨。
我89年的阿姨，阿姨你在吗？阿姨，这位阿姨。而且也感觉没有什么未来。一个99年的喜欢上一个02年的，感觉没有未来了已经。那我还在这直播啥呀？我已经开始，我可以准备后事了。我现在就应该马上关播下去准备后事。你02年你99年，他02年没有未来，那我还有啥呀？我只有过去了，我现在都没有了，我还巴巴的在这，我啥呀？我还买手榜，还在这买手榜，还在这什么直播公告，还唉，我现在工作和生活都还没有稳定，说不定以后还会换城市生活。他过段时间还要去外地工作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京。我身边的朋友也都劝我不用加了，这个年纪的男生正是爱玩的时候。我的理智也告诉我没有必要加，但是感性又很想让我认识他，我加还是不加？不加的话，为啥呢？加的第一句话要说啥？我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才见过2面就想这么多，纠结。虽然故事很无聊，但是还是希望被翻牌，谢谢。哎，我给你念一遍啊，姐妹啊，阿姨不能叫你姐妹了，不尊重了，不好意思啊，阿姨，再念一遍，阿姨，你是这么说的：我现在工作和生活都还没有稳定，说不定以后还会换城市生活。他过段时间还要去外地了，这些东西呢就叫未来。未来就是没来，对吧？就没发生，这个就叫未来。有没有未来呢？就有呀，这不就是未来吗？那他咋来呢？说怕就不来了。你不加肯定没有。加一下啊，别想那么多了。他这个年纪的男生正是爱玩的时候。哪个年纪的男生？卡丢了，不好意思。这触发什么不应该说的话题了吗？这是不说了，不说了，我错了，别给我卡丢了，卡好几次了今天。我觉得不要想这么多，好吧？我也没什么别的建议。就是你要想这么多呢，就是你能找出10000个理由，你敢不加微信不开始的？但你去开始一下，就不用再想理由了。关键你99年，阿姨，他02年，不是咱们就是现在的99年和02年，就是就这个年纪的小朋友已经怕活错了吗？
你99年的时候不活错，你打算什么时候错呢？就咱们99年就开始说，我的人生可是一步都不能错啊！我现在就是必须就是未来都得有未来，都得对。那你打算把你人生的错误留到哪年呢？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再犯，来不及了吧？对不对？来得及，来得及，那确实也来得及了，倒是。我谢谢你们啊，真贴心呐！没想到我们小卖部有这么多贴心人啊！我再说到我这个年纪再错，来不及了吧？来得及，来得及，错吧，去吧，去吧，错，去。谢谢啊！我接着念啊，大家帮我全自动运转一下我们小卖部。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你就发在弹幕里，你不要眼神不要闪躲，你接着注意看，老顾客会帮你回答的。什么奶片甜不甜、牛肉干硬不硬这种问题，会有人帮你回答的哈。前情提要。哦，小安。是这样。这可能今天有很多新朋友，给你们讲一下，这就是好久以前了，一个高2的小朋友学生给我发了写了一封信。他这个信的大概呢，就是说他每次他转学到新班级，每次学习的时候呢，都有朋友来，都有那个同学过阴阳怪气说，哎呦这么爱学习，大学霸哈。然后他就心里难受嘛，说我就是想在班级把学习学好了，回家好好玩，他们老阴阳怪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有点痛苦。然后呢，我当时就给他出了个主意，我大概是说，再有人过来跟你说这些的时候，你就跟他们说，我就是爱学习啊，我爱学习，然后不要理他们，没事的啊。我大概是当时是这么跟他沟通的。现在那个小安又来第2封信了，李诞。好可爱啊，这小孩！因为这小孩上次呢，这小孩上次写信的开头是李诞叔叔你好，我就说你这孩子出去吧，孩子。这次他开头就改了，这回改了，说李诞，你好都没有，李诞。行，这孩子悟性高啊，这孩子。李诞，非常感谢上次你教我的方法，我试了，颇有成效。那就行，李诞就李诞吧。上学没有那么烦人了，我很开心。再次感谢你，最近可能是生活过得好了呢，反正就是班里出现了一个喜欢我的男生。哎呀，孩子，我不是告诉你爱学习吗？你咋不爱学习了呢？孩子，你这下次再跟人说我爱学习的时候，这底气不就弱了吗？咋也谈上恋爱了呢？我头晕呢。我以为是个学业题，又成爱情题了。行吧，给他念完吧。喜欢我的男生，他也是新转来的，跟我差不多，在班里呢比我早来1-2个月。我们有一个走班教室，意思就是有些科目要去那个教室。这个教室去晚了就没座位，有一次我去晚了没有座位，他主动站起来给我让过座，自己站在教室后面听课，我当时就感动了。后来我们逐渐有点暧昧，放学经常会送我回家，
后来还经常给我买喜茶呀什么的。这小伙子，这高二小伙子挺有钱的，小伙子。昨天大学谈恋爱的买蜜雪冰城都俩人分一个吃。高二的喜茶卡卡，行，这不是重点啊，这表现的很贴心，我们也有点小暧昧，就在我们马上要上头的同时啊，我们有一次呢周末去看电影，我穿了黑色的漂亮的小裙子，但是他好像不太开心，见面就说你怎么穿这么短的裙子，不太高兴的语气。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还不是你女朋友，就算是你都不应该评价我的穿着，评价我露腿多。与此同时，心里抹杀了对他先前的所有好感，但还是一起看完了电影。当天晚上他居然在微信上跟我表白，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有男生跟我表白，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但是我拒绝了他，说的很委婉，我觉得结果他一整个大破防。一整个大破防，喜茶也不喝了，喝不下了。在班里给自己塑造深情男人设。我的脑子里都有画面了。我脑子里真有画面了，就一个男的，一个 emo 的高二小男孩坐那，叼根笔啊，我是叼牛肉干，他应该是叼根笔。别烦我，别烦我，我的心碎了。别烦我，别给我喜茶喝不下，别给我。深情男人设，头一滴是吧？一天emo，戴个耳机。我们那会儿是有线耳机，戴个耳机谁也不理。校服领子立这么高，低个头，刘海一挡，emo 深情，表白被拒绝，别碰我，不打篮球。见没见过？见过吧？都见过吧？我真的脑子全是这种画面感。你还有刘海，那你以为我当年就是为了这个人设留的刘海啊？后面没有啊。当时我表白被拒了以后呢，为了这个深情男人设，专门留了个刘海，哎，前面一挡。这个动作是最标准的，就不管谁来叫你，不管谁一拍。我真的百口莫辩。我们是纯理科班，班里就10个女生，剩下全是男生，理解我的也都是女孩子。我拒绝了她的表白，也拒绝了跟她所有的来往。或许我应该跟她道歉，然后编一个她可以接受的理由，这样会不会体面一点？孩子，还记得李诞叔叔啊？我已经失去叔叔资格。还记得李诞上次是怎么教你的吗？我爱学习，你爱学习啊？你忘了你爱学习了吗？你跟他道什么歉？你学习啊，你接着学习去啊！你为什么要跟他道歉？他在那个人设里也蛮爽的，大家各取所需嘛。他在那里深情还听了很多好听的音乐，也不吃亏。你去好好学习，你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好吧？等你们光明未来以后，就考完大学，居然你考上大学以后还能想起这件事儿，到时候居然我还坐这吃牛肉干，你再给我写封信，到时候我再告诉你该怎么办。现在你就好好学习。高二的小朋友，
我看看我们羊腿没了吧？应该。孩子是这样的啊，本来也没发生啥，你说这啊还有2分钟发券，我是觉得也没发生啥呀，就这样吧，挺好的，好好考个大学再说。牛肉干推荐什么口味？大家帮我们回复一下。哎，你们想听我真实的理解吗？我真实的理解就是这个小女孩挺喜欢这小男孩的，所以呢，一个年轻人啊，动了恋爱的心思啊，他是听不进去别人劝的。那你说我还劝啥呀？我就劝你好好学习。你每次不想再听我劝的时候，想冲的时候，你就是好好想一想，好好学习啊。哎，咱们还有1分钟发个券，发完券呢，我得监督你们一下。我的同事提醒我们，在我们小卖部已经发生了多起恶性案件。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朋友啊喜欢抢券，就觉得可能是个小游戏，哎，抓大券是吧？哎，抢到了，抢到了呢，哎，走了，抢完也不使用这个券。这样啊，我监督一下啊，抢到的朋友们啊，抢到的朋友记得用一下啊，不用就别抢，不用就别抢了，好吧？感谢。然后呢，随便买点啥，你不用也可以不抢嘛，对吧？把机会让给需要的人。抢到的朋友买点啥随便哈。咖啡豆好喝，明星产品，怒卖4000单，这个数据没有作假啊，我应该是这么保守的说的，应该是比这个数字多了。你可以要求他磨成粉给你发回去。你可以自己磨，你也可以要求这个人给你磨好了发回去。你不要求他就是这样的发货。他家线下蛮好喝的，对的，我就是在线下认识他的。我们今天是读信啊。哎，我们吹布史密斯的酒没有了吗？我们这个啤酒没上吗？谈一下。有朋友想复购这个酒，请我美丽的伟大的同事谈一下这个好吗？啤酒，吹布史密斯的啤酒。还有眼镜链接啥的也给他们谈一下。哦，不好意思啊，这个啤酒要明天才能弄好，
他们就是有小红书后台有一些机制，就这个链接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它不是说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我有时候我也想的很简单，我说你上一下不就行了？他们给我讲过一次，当然我也没记住，反正就后台有一些机制，不是说你想上随时就能上。明天就有了，不好意思，但明天我不一定在。你跟 Trip Smith 好好过，我把这个小卖部让给你和这个啤酒，好吧？啊，可以去。我明天不在的话，你可以直接在那个小清单下单。那个小清单就大家回购的时候不一定非得等我直播啊，就是你点开我头像左边有一个小清单3个字，你点开里头什么都有啊。谢谢啊。你不在谁播？啤酒播。你播行不行？听说今天你不错，你已经卖光了，你还可以。明天你播怎么样？不愿意啊？不愿意算了，谁求你。还有人问我们那个柚子酒，也可以看看哈，这不一定有哈，这个都听我同事的。我只是一个充满感情的小卖部老板，但是我不太会操作这些东西，我就是念念信，大家就负责娱乐。然后朋友们想要什么，你都在下面留言，我的同事们会看到的啊。然后老顾客们也帮我回复一下，我就接着念信了。蛋总，请问一下，你如何看待友谊是明恋呢？友谊是明恋，他写的是明亮那个明啊，友谊是明恋。男女之间真的有纯友谊吗？和喜欢的男生表白了，我们啊原来是异性的酒搭子，2个人都爱喝精酿，有空就一起喝一杯，聊了很多。因为他要出国留学了，我不想遗憾，就告诉了他我的心意。他和我说谢谢，但他觉得我们只是很好的朋友，并反问我，男女之间难道就没有纯友谊吗？我无言以对，很苦恼。因为我还是很喜欢他的，他则明确表示会像以前把我当很好的朋友。这男的行啊，这男的有点本事。我最近经常见到这些招式特别独特的年轻人，招式都好新颖啊！昨天就有一个特别给我扎了好几刀，特别猛。这个也是，你不喜欢就说不喜欢嘛，你就是不喜欢，还给我上升到哲学层面了。男女之间难道就没有纯友谊吗？不是，哥，谁要跟你讨论问题啊？这搁这我在这表白呢，你怎么还跟我讨论问题呢？你干啥呢？又是一个奇葩说出来的。谈恋爱就谈恋爱，老给我出辩题干什么？不谈就不谈嘛，直接拒绝就好了。请听题：男女之间难道就没有纯友谊吗？太幽默了呀，姐妹儿，碰上喜欢思考的了，哎，没事儿啊，我就不给你辩问题了。我刚看有人问有没有这个内蒙古的牛肉，我们卖的都是内蒙古的牛肉，呼伦贝尔的。我就不给你出辩题，咱们辩题放一放，一会儿再辩。我估计我们这个小卖部呢，大家也都有很自己的思考。我就先跟你说一个你该怎么办。你看这道题，我们都读题要读核心啊，要读关键词啊，同学们，小卖部的同学们，读到他这封信的关键词了吗？这封信的关键词是哪4个字？哪4个字？这封信题眼是什么？题眼是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听题不仔细，我看，我看到了，出国留学。看我们小卖部还是有这个好学生的啊。出国留学是这道题的题眼，解题要把握题眼。这道题的题眼是要出国留学，他要出国留学了。
好吧，然后你表白被拒，然后呢，他出国留学，正好就是啥都没有发生，你就接着喝你的精酿，他去那边喝他的精酿，等到1年以后喝成归来，你们再喝的时候，可能你的感情已然淡去，是不是？他也有个新的不知道什么玩意儿，对吧？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了呀，他都出国留学了呀，多可怕呀！还惦记出国？我觉得他出国留学答应你了，你再惦记去；他出国留学他给你拒绝了，那正好嘛，接着喝你的精酿啤酒，酒搭子有的是。下次再遇到一个男孩，不管喜不喜欢，我觉得这男孩还行啊，这男孩别的不说吧，还是给你留下了一个那个锦囊妙计的。他可能是怕你啊，在国内不知道在跟新的酒搭子聊啥，给你留了一个锦囊妙计。不知道聊啥的时候，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条，展开，上面写着：“请问，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好吧，啊，不知道喝什么的时候，也可以喝点这个啊。整点啤酒，桂花小麦，好好喝的啊！你看我刚刚就为了解题，我都没有在这个提到啤酒的时候适时的拿出这个广告位都浪费了。大家整点我们这桂花小麦啊，很好喝的。艾尔也算精酿吧？这算不算精酿？我都不知道这算不算精酿了，反正挺好喝的，5.4度的啊。艾尔应该也算精酿啤酒吧？算不算？算的是吧？应该算的，算啊，这就是精酿啤酒啊，那就啊，朋友们，刚刚为了解题，在那个那么好的一个广告位出现的时候，我都没有打广告。这个喝起来就是桂花的香味，不甜的，没有甜味，就是一股花香。桂花的香味就是在江浙地区呢，冬天的时候走在街上那股香味，很香，但不会甜腻。没喝啊，没喝啊，好喝的很，度数不是很高。夏天这个季节，一个人下午溜溜来个两瓶3瓶，直接就起飞，在花香中起飞，飞向太阳，飞向夏天，飞向去异国留学的酒叉子。不要不要啊，不要啊，不要！我是开玩笑啊，你不要飞过去啊！他已经把你拒绝了，你不要飞过去，你那个你好好的，好好的再找一个酒搭子。再找一个酒搭子，跟他再讨论这个啊，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喝点我们的桂花小麦，好啊。读个别的题型，全是爱情题。投稿：学生，寝室女舍友经常半夜抽烟，我对烟味很敏感，常常呢刚要睡着就被烟熏醒。其他舍友啊，平时也在寝室抽烟，不是深夜，不太好提醒，已经打算转寝了，现在还没离开这个寝。在这段时间，有没有办法在不表达出我的不满意的前提下，让他意识到这样不好？让他不痛快也行。让他不痛快，我不建议你让他不痛快啊，没必要啊，你直说不完了吗？
啊，直说，烟一类有害物质，二手烟也是致癌物质，这有啥不能说的？点开一个纪录片，就是那种说二手烟危害有多大那种短视频，咔咔你就放，是吧？你就弄，你就看，放到声音开到最大，啊，然后呢，放1条、2条、3条，他就默默的肯定往你这看吧，他也不能邦邦在那抽，边抽，现在看啥呢？看啥呢？肯定是放下了吧，看你，然后你说，哎，你们快看呐，同学们，你们不知道吧？二手烟对人有这么大的危害，要不你们也别抽啊！你看，你虽然抽的是一手烟，但是另一个人吸到的却是二手烟呐。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哈，但你可以这样让他们知道一下。如果你觉得这个寝室的朋友呢还是值得一交往啊，说，哎，那我们不抽烟咋办？不抽烟，我这个嘴里老是闲着怎么办？老想有一根东西叼着怎么办？答案呼之欲出，非常健康，来自呼伦贝尔大自然的馈赠，对吃的人没有伤害，对看的人也没有伤害。一起健康起来。关键这个半夜在屋里抽烟也有点猛啊，太虎了吧！你半夜人都睡着了，你半夜还在屋里抽烟，这已经有点没礼貌了。这都不是说二手烟伤不伤害人，不行，赶紧你转寝是对的，转寝之前你就可以这样提醒他，咔咔的就放那个抽烟危害的那个声音给他们听。实在不行呢，你去网上弄一个那种，看过那个肺部的那个 CT 那种图吗？有那种打印出来就直接肺都白了的那种，你弄一副那个你贴床上，你就说你那啥了，马上要走，再闻一口就走，就走你旁边，就那种 CT B 超还是 CT， 就那玩意儿，挂床头，你说我要走了，再闻那口就挺贵的，家里没有钱，这个病治起来特别贵啊，抽烟给我远点。啊，冲，治他，这能不治他吗？别许治他。我知道你这个痛苦啊，宿舍里沟通是很难，但你这种抽烟这个还挺烦的，这不行。丹总你好，我想问一个关于和父母相处的情感问题。我来自4、5线普通城市，独生女，因为留学和工作想在海外定居，但是呢，已退休的父母都比较传统，希望我能一直在他们身边，并且不接受我在海外定居。哎呀，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和父母的关系，以及他们更加年迈以后该如何应对。这个题的题眼啊，这个题的题眼是矛盾的。你这个矛盾是哪来的呢？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做出决心想要海外定居的人，那说明你的主见是相当大的，
你是一个相当有主见而且有能力的，你可以有这么大的决心，你觉得你要海外定居，这不是个小事儿，是吧？然后呢，你还觉得你也至少你觉得你自己能做得到，是吧？哎，矛盾就来了。为什么一个这么有个性、有主见、有能力的女生会痛苦纠结说爸妈不愿意你出去，你就痛苦了？两个推测，第一推测呢，就是可能你并没有能力，你还在花他们的钱。第二个推测呢，就是你人心地善良，放不下，就是你的这种传统的心地的这种传统观念吧，击败了你的这个决心、意志、追求自由的感觉啊，像独立自主这种感觉不行，还是觉得要听爸妈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是第一点呢，那就啥都别说了，你除非做到能自己赚钱，不然呢，爸妈说啥就得听啥，没辙。人生就是这么没有道理。第二，如果你是可以挣钱的，哎，你就觉得是这个听爸妈的话，这个能击败自己追求独立的这种的话，那你就是有点不行，不要开玩笑了。我们就只说第二种情况，因为第一种情况没有答案。这种答案，第一种情况答案很明确，如果是还需要花父母的钱才能在海外独居的话，那就是得听爸妈的了，人家让你干啥就得干啥。如果第二种情况，你可以能力上完全够，就是可以独立的在海外定居，只是因为爸妈希望你在他们身边，不接受你在海外定居的事的话，你可千万不要回来。因为这样的话，你们一家三口在一起，除了打架干不了别的。你们一家三口，你但凡这种心软了，回到了你这个城市，生活在他们身边，你又这么有能力，你肯定赚不到你在海外的那些钱了吧？应该是吧？你也大概率还得找一个自己不怎么喜欢的工作，往他俩身边一待，这不就剩打架了吗？这不就剩打架了吗？唯一解法，只能他们来找你，没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造成既成事实，你先定下来了，你先住那儿了，你爸妈反正也退休了嘛，时间上是自由的嘛，然后他们来找你，跟你住一段时间，估计也就发现，哎，因为爸妈的对这种说希望孩子在自己身边的这种陪伴呢，有的时候是一种来自记忆的幻觉，他想要的那种陪伴，你早已经无法提供给他们了，你已经不是那个你了。他们回忆给的那种你能提供的那种陪伴，你根本就你就算你想提供，你也提供不了，你没法那么陪伴他们了。你有自己的事儿，你有你的生活，你还是这么一个有主意的人。你就算大发孝心，你现在就是天选孝子啊！你现在就是我是一个天选孝子，我就听我爸妈的，甭管什么我自己的追求没有啊！我现在我就要回那个4、5线城市，我就要活在爸妈身边。来吧，爸爸妈妈，我到底要怎么陪伴你们，你们才开心呢？啊，提供不了。他喜欢那种小时候，哎呀，又学习成绩又好了呀，看你一点点长大呀，又这个了又那个了，你一个都提供不了，好吧？都是悲剧，你回来就全是悲剧。然后呢，他们来了这个海外呢，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如果是，哎，我觉得你爸妈应该是你看啊，都能放你去海外留学什么，应该还是盼着你好，没有那么夸张，还是很正常的父母。当然这会儿有点失落啊，希望你陪伴。那在海外呢，他看到了你的新的生活，你跟他沟通，让他们知道你过得很好，我相信还是
能理解的啊，而且他们也都退休了嘛，让他们体会体会，出来玩一玩，转一转，拿着退休金满世界转转啊，找一找同龄人互相陪伴陪伴，那么多老年团、老年大学，你可好玩了。老年人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你爸妈可能是还没有融入进去，我爸妈现在玩的特高兴，根本不愿意理我。我说明白了吧？不需要再说了吧？下一封了吧？我说明白了吧，朋友们？说明白了吧？哎，哦，我看到了那个给我发信的人说明白了，那就 OK 了。好呗，就这么点事儿啊。让他来国外，你们生活一段时间，也许就有树挪死，人挪活。这句话在人的一生之中都是对的，我是坚定的相信这句话的。人挪活，这人挪活可不是说你挪光你活，你爸妈挪一挪也会活。你爸妈那种沉浸的在什么哪个城市的那种一定怎么样的，出来走一走，出来看一看，全国溜达溜达，乐趣很多。来，我们下一条了啊。大老板，我还投稿，我天天刷短视频，已经给自己确诊为高敏感人格了。我本人呢，人格有很多缺陷，今天先说这一个。我本人人格有很多缺陷，今天先说这一个。高敏感人格不是缺陷啊，我必须现在就要纠正你，我就高敏感人格，我不认为我这个人格是缺陷。当然我人格也有很多缺陷啊，我先跟你说一个不是缺陷的，高敏感人格不是缺陷啊，就是对别人的一举一动都很敏感，非常在意别人的看法。举例说明一下，就是我买了很多番茄，但是我也和蛋蛋一样是独居老人。有点敏感了，现在有点 emo 了，体验出现的太快了。一个人吃不完，我带到公司给同事分享，一旦这个西红柿给到他们，我就会开始想，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好吃？他们觉得不好吃怎么办？我就开始焦虑了。或者别人斜眼看我一眼，我就会想，什么情况？他对我有意见？是不是上次给他的番茄不好吃？大概就是这样。你这话里话外，老提我们番茄干什么？你个人敏感，你个人的呗，你往我们番茄上归因呢？这番茄怎么成了一切的原因了呢？你可我们这一个东西敏感啊，就对我们这番茄敏感啊？你是番茄过敏吗？你还高敏感人群，这啥事都跟我们番茄有关系？这家伙这萍水相逢的，你看你这，哎，我这种情况应该没哪个链接，还有救吗？我也懂，不要太在意别人，因为别人根本也不在意我的道理。但是 you know 很多道理，不过还是 you know 但是 you know 明白很多道理，不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吗？嘿嘿，怎么最后给我来了一个干啥呢？这是干什么呢？最后这是旁车呀还是金句？这什么玩意儿？最后这个 you know 明白很多道理，不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嘿嘿，突然变了一些语气和那个打的那些字啥的。看来你确实有很多人格缺陷，其中一个就是喜欢模仿 rapper。这个我给你确诊了，
人啊，没事的时候喜欢模仿 rapper， 肯定是人格缺陷。高敏感呢，不是人格缺陷啊。嘿嘿啥的，啥有弄什么玩意儿？买哪？先买点番，再买点番茄吧。这不带去给同事吃了吗？同事也吃完了。你别的事儿我先不管啊。你因为跟我们番茄产生的敏感，必须用番茄解啊，解番还需吃番人呢。你不是说你把番茄带到公司给同事们分享，你就在那敏感说，哎呀，这个番茄他们会不会觉得不好吃啊？哎呀，他们会不会就哎怎么回事啊？他是不是有意见呀？你这样，你再买一筐，呢，你带过去，他如果还吃，他要还吃，是不是就不是你的事儿了？就上次你觉得哪眼斜了你那个弯你了，偷偷看你，你当时怀疑，哎呀敏感，你说哎呀是不是觉得我这做的不好？是不是觉得我番茄不好吃？咔又拿一个，咔又吃了，是不是这个敏感就解决了？至少。别的咱管不了啊，咱们先从一件一件敏感做起。这个敏感是不是当场就给你办了？还能敏感吗？不可能了吧？其实别的事儿也是这样一样的道理啊，也是一样的道理，好吗？这位高敏感的朋友，能举一反三吗？学得会举一反三吗？学得会发散吗？就刚刚给你举的这个例子，也可以应用在其他生活的场景里，能明白吗？同事硬着头皮吃了。同事硬着头皮吃，那就是你一个高敏感的人遇到了一个高敏感的人，这人也是不光高敏感，还高度的同情心，是吧？高度的同理心。你同事吃番茄的时候，你知道你同事吃番茄的时候为什么看你吗？哎，他把这个番茄拿到手里他吃，说他的心里是怎么想？他说，他不会觉得我觉得番茄不好吃吧？他请我吃番茄，他从李诞那买了番茄请我吃。平时我就觉得他是个很敏感的人，现在我如果吃番茄表现的不好，他不会认为我觉得番茄不好吃吧？啊，很有可能是这样的。俩人赶一块儿去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这个时候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我说我是高敏感的人，没有吹牛吧？我真的是高敏感，你要让我再做点想，我能把咱那办公室所有人的人心理都给他分析一遍。我觉得这都怎么回事？这怎么想的？脑子里就开始想。但是我想出来，你看我的表现形式，我是很快乐。我想完了，我觉得有意思是吧？大家哈哈一笑结束了呀。你都往心里去呢，你让它出来，你让你的这些敏感让它精彩。高敏感，我为什么说不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哎，那个发券了，朋友们，发券，把券发了，那个把券发了，大家买点东西啊。我的同事跟我说了啊，我们这个小卖部有一些坏孩子在这练手速，职场券抢完券就走，不要浪费这个机会啊！你当然不买东西没关系，在这嘻嘻哈哈都可以，但是你抢了就不好吧，就别抢。我为啥说高敏感人格不是一个缺陷啊？就是高敏感人格呢，可以做很多事儿，你可以你的理解力会更强，你可以做到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是别人很羡慕的事情。我就是高敏感的人，那你让他去发挥能量啊，把它变成能量啊，你不要让他再往里走啊。你这敏感全往里走，那你这就不
难受是吧？你出来这样方向是这样。比如交流啊，聊啊，你如果是个高敏感的人，你这么能敏锐的体会到你的同事，他吃个西红柿你都能想这么半天，你跟他聊天应该能轻易的走进他的内心吧？交朋友啊，这最简单的呀，对不对？这是最简单的，交朋友是最简单的。爱人，爱人，对，好，很多人就说了，说我不爱说话，我不爱跟人打交道，说我怎么把我这些敏感释放出来，是吧？很多朋友就肯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就是很多，就是你有误解。我说你让它出来，有时候不一定是出到人身上，你不能照顾一个小动物吗？你不能在家弄一个那个什么盆景给玩吗？你不能养个花花草草吗？搞点手工篆刻。你敏感的人是对这个世界敏感，你养一盆花和一个不敏感的人养一盆花，你得到的快乐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真的能给一盆花养出花来，如果你是真的是敏感啊，在这个东西也找对了，是你的乐趣。大自然走一走啊，太多能干的事儿了。我抽的是啥？我抽的是牛肉干啊。好吧，你研究点东西，人有很多快乐的，是吧？花花草草这些就不说了。不知道你就是哪怕你就是很喜欢看什么剧，追什么书。哎，你看我有一些朋友，就不是我这个同事就有一个人，一个小孩就不太爱说话，每次看他倍儿紧张，但是他就是在那默默的什么追什么玩意儿，那个什么玩意儿，追一个什么舞台剧，全国到处追着看，看完了这还写观后感，学里面的歌，我觉得这都挺好玩的，这不都是乐趣吗？不是说你释放你这些东西非得释放到人身上。鸟鸟，哪天把鸟鸟拉过来一起直播一下，给你们感受一下。鸟鸟确实是很敏感的人，那他在搞创作呀，要改嘛很难改，但是有时候呢，有时候真正的问题是真的需要改吗？就是我经常说啊，一个问题，它有时候不是问题，但你非要把它当一个问题，它就是问题了。我一直觉得高敏感就不是个问题，你非要觉得高敏感是个问题，哎，它就给你变成一个问题让你看看。你为啥非得觉得它是个问题呢？你就这性格我怎么了？我就不喜欢跟人交流，怎么了？这怎么了？怎么了呢？好吧，刚这个朋友的投稿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能解决啊。买不买番茄？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还是去交流嘛。你非要觉得这个焦虑，你已经这个焦虑，你觉得这是个问题了，那你就不经意间走到同事身边，一个番茄塞到他嘴里，说你现在我需要你回答我，你到底觉得这番茄好不好吃？你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完事儿，投稿小卖部，
目前啊，在一家私企做电商推广，一个人啊住家里的房子独居，父母和朋友都在另一个城市，感觉除了上班和在家休息外呢，没什么其他的生活。自己本身也比较懒，感觉生活很虚无，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日复一日，死气沉沉。但是自身也不是精力旺盛的人，请问蛋总有什么建议？你说的不是我吧？目前在一家私企做电商推广，一个人住，除了上班和在家休息，没有别的生活，特别懒，不知道该干点什么，点我。点我，缺不缺德？关键他这私企还是做电商推广的，我们这小卖部也是私企电商推广呀。又敏感了，我这说我高敏感没？我是真高敏感，那肯定又敏感了呀。这是关键这画像也太像我了呀。哎，你去看舞台剧，哎，你看下面这些评论，朋友们，哎，我同事给我发啥？求你把这根干巴肉啃了吧！你有很多酒友，你好高敏感，你还去泡吧？高敏感独居老大连续破防。独居高敏感，老蛋是不是有点难听了呀？没事啊，朋友，你同样的人生，我给你换一种说法。刚刚那封信，同样的人生，我再给你念一遍啊，这位朋友，你听一下啊。目前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我住在家里的房子，没有房租的压力啊。父母呢，朋友啊，都在另一个城市，哎，也没有人管我。除了上班呢和在家休息外呢，我有很多的时间。我现在本身比较懒，但是我有大量的时间干我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可以去结交新的朋友。我不知道每天应该干点什么，所以我打算随便干点什么。明白了吗？你的人生是一个很值得羡慕的人生，你工作挺好的，完了呢还有自己的房子，这其实很难，已经这是吧？击败全国不太行，就击败这些城里打工的朋友们，应该已经击败很多了吧？完了，据你的描述，你除了上班，你还有很多时间。你如果是上班特别累的话，你也没有时间去那儿想，是吧？想，哎呀，好多我的生活好虚无，肯定你是工作量不饱和嘛，你肯定才叫想我日复一日，我该干点什么。完了，你还懒，你精力还不旺盛，这不是天选之人吗？精力不旺盛，然后除了在家躺着不知道该干什么，那你精力不旺盛，你就在家躺着呗。在家躺着怎么了？就是我们经常
你可能我不知道咋的，但是不是你吧？所有人可能都是被教育啊，经常刷这些短视频啊，刷到的这些都会说你好像非得干点什么。你已经很好，你已经有工作，你工作什么这都有了，你居然觉得哎呀，那我是不是休闲的时候我还得休闲起来呀？朋友们仔细品品啊，大家品品啊，就是你们有没有这种，就是我休闲的时候，哎，我到底该怎么休闲呢？我怎么才能休闲起来呢？你品品这里头的荒唐，你好好想想这里面有多荒谬，这有多荒谬。在那躺着休息的好好的，说：“哎呀，我该怎么休息呢？”我刚刚这个可不是夸张啊，我就在我们这个电台，还有在小红书上刷来刷去，我真的发现很多人就这样。我真的发现很多朋友，我这个给我投稿的朋友，小红书上的朋友，就是这个状态，往那一躺，说：“哎呀。”我今天应该怎么好好休息一下呢？说我，哎呦，这休息不对吧？我看人家休息的都挺好，我这休息的，我这是休息吗？我们还是回答这封信哈，就是这个情况。我再给你念一遍，你品一下啊。他说的是：我本身比较懒，感觉很虚无，不知道应该怎么干点什么，但是自身精力也不是很旺盛。也就是说，他的精力就不足以支撑他去干点什么。本来他就应该心安理得的在家休息，完了他不知道从哪儿，应该是吧，中了一些什么毒，就觉得我是不是得干点什么呀？你精力不旺盛，你应该干点什么呢？你找个按摩店办张卡吧，要不是不是去按摩比你躺着你能得劲点，好像有所得？你找个按摩店办张卡吧，就这么简单。哎，真头疼。对不对？按摩，我举例，我给建议，我没有一个建议是乱给的。去按摩是据我发现，在城里呢，最符合这些精力不旺盛的朋友，觉得应该干点什么，但其实事实上什么都干不了。唯一能干的事就是躺那让人按你。真的。你什么去露营啊？那准备工作对于精力不旺盛的人来说都是地狱体验，根本不行。这个出去露营做不到，在家他不是躺不住吗？路边一坐喝杯酒跟人聊天可能又是压力，是吧？就跟人接触社交他也玩不了，大部分活动都需要社交。看个电影呢还经常不好看，只有按摩不会亏待你。你实在不行你找那种号称给你承诺有点那什么治疗的那种，能让你的什么那就是我觉得大部分都不靠谱啊。但是就这个你却可能让你有一种所谓的获得感吧，好吧？这是一个非常表层的我能给你想到的所谓的解决方案，但是呢，其实你把刚刚我说那半天那个深层的，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一个精力不旺盛的人躺着是不对的这个心理机制，你给他想明白，可能你就知道该干啥。
去 ins 夜店玩吧。天降气口，必须介绍一下了啊！欢迎各位。周五、周六在上海的朋友，不知道去哪玩，不知道该干啥，觉得精力旺盛的啊，这不旺盛就算了，精力旺盛。哎呦，就是这个用不光，说我该去哪玩呢？我这些精力我该干点什么呢？周五、周六啊，欢迎光临复兴公园 ins。我们这个通票呢是周五、周六，未来90天周五、周六都可以用。6家夜店都可以进，每家夜店送你1杯酒啊，最后一家可以送你畅饮，一定能喝够啊。玩法呢，推荐是11点左右的时候，因为周五周六人多，你别去晚上排队。11点左右的时候去了之后呢，把这6家店的手环都戴好，戴好以后你就每家店你后面就是逛，哎，不用排队，随便进，进去了他还送你杯酒就去玩。这是精力旺盛的朋友就可以去，上海的朋友就可以玩这个啊，不旺盛的就算了。有年龄限制吗？那肯定未成年人不行吧。这个票我们这个是因为我老在那玩，朋友比较好，比较便宜哈，大家可以，反正你也要玩，这个肯定是比较合算的。你晚上应该就不用再有别的消费了，你买个这个票，6家店，6杯酒，还有个畅饮，怎么也不用别的消费了吧？6个手环，很开心是吧？都能每家都看一下，打卡一下，最后选一家自己最适合自己的音乐氛围，蹦一下，喝好了早点回家，注意安全啊！周五周六的时候，未来90天都能用。只能一次性，不是这个票你那天去了兑换了就是那一天的，但你这个手环是可以出出进进的，你当天带个手环，你离开这家店再去下一家店再回来都可以的啊。当天他只要开门营业，当天手环当天都有效，你可以在那个楼里乱窜，随便溜达。早不一进来又买了3张票啊。夜店嘛，夜店，它1楼有一些酒吧，喝酒的、聊天的地方，底下那个五花马也推荐大家去吃一吃。鄙人很不幸，上次就是在那儿被那什么了。李诞，晚上好，看了好久直播间，纠结来纠结去，还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现在啊，我在不知情一个男生已婚的情况下，和他有了一丝纠缠，但目前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现在呢，我有他老婆的联系方式，并且似乎他很单纯，很信任他。我现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他真相，我有证据。我是宁拆10座庙不毁一桩婚，还是告诉一个蒙在鼓里的女生她老公背地里是什么人？这个有啊，这个有。不要告诉，好问题，好问题，别告诉，没必要，没必要。这个难吗？我觉得这题很简单，这是个很简单的题，朋友们。抓住题眼，抓住题眼，抓住题眼。题眼是啥呢？是有证据。我现在纠结要不要告诉他真相，我有证据。我的感受啊，咱们都是文本分析啊，我从这个文本里分析呢，我就觉得你的发心应该是出于对这个男人的恨，不是出于对这个女人的爱。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出于恨做一件事的话呢，最好不要。我的角度是这个。
我觉得一个人出于恨，就不要出于恨做任何事儿，这对你是没有好处的，一定会被反噬的。如果我说错了，你是出于对这个女人的爱，那你再考虑考虑，是吧？也许就是可以的。如果你的发心是爱的，那应该是可以的。我觉得啊，问心无愧就是爱，但我不太相信。我觉得你就是出于对这个男人的恨。出于恨做事呢，不一定会伤害到他，但一定会伤害到你。就这么简单。但是如果你非要告诉他，其实我们直播间是有方法的。我们小卖部昨天已经开发了一套这种，就是这个都可以用啊。我告诉你怎么告诉他啊，你非要告诉他，也有一种告诉的方法，但你就不要有他联系方式背后告诉了。咱们也可以大大方方告诉啊。你呢？你都有人联系方式了，应该也都知道他俩平时在哪儿吧？找一条他俩会一起出现的街道，找一个石墩子。昨天那个故事情节是在蜜雪冰城，埋伏在蜜雪冰城附近了。没事啊，你能埋伏在哪儿都行，你手里拿个啥都行，这牛肉干都行，你埋伏在那儿，假装旁若无人啊，埋伏好啊，别让你带那男的是吧？你看着他俩走过来以后，若无其事的走出来，叼着牛肉干说：“哎，哎，哦，哦，哦，这是你，哦，哦，哦，啊，拜拜。”完事儿了，啥也没说对吧？你啥也没说，这碍不着你吧？您啥也没说呀？你在路上吃牛肉干碰着了，那怎么能怪你吗？不能怪你啊！不要说话啊，说话就不对了，说话就落人口实了，可不能说话啊！叼牛肉干走了，哎，最多叫一下他的名字，别他最后解释的时候说不知道，神经病，这女的神经病，你叫一下他的名字。哎哎哎，哦哦啊！哈哈哈哈哈！转身离开。行了吧？非要告诉他的话，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啊！你可别给这老婆打电话啥的。能明白吧？不难吧？这个不难理解吧？买点牛肉干吧，好吗，朋友们？你说这牛肉干能帮你做多少事？希望你们人生不要遇到这样的困扰啊！真的是备一瓶呗。万一你的姐妹什么的遇到这样的困扰了呢？你说咱这牛肉干，哎呀，哆啦 A 梦也就这个，啥哆啦 A 梦？以后不要叫超干风干牛肉干了，小叮当牛肉干。想投稿的朋友们，给我们这个蛋蛋小卖部小普通店员投稿啊！再来一个职场问题，这个爱情题读一个就得缓一缓。
欢迎各位新朋友啊！这个我们全自动运转，老朋友们帮我介绍介绍，你们已经买了无数次的东西，可以给新朋友们推荐推荐。记得挂耳，哎呀，这确实是，哎呀呀呀呀，太关键了，太关键了，这个提醒。这一激动差点又忘了，到点儿，一会儿发券了啊！再有2分钟发券。对，买椒盐味花卷，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的老顾客们，太好了。你看这个投稿的朋友们啊，这个投稿的朋友们呢，经常会有很多不相信人间有真情的，哎呀，觉得陌生人之间没有善意的。你如果来我们小卖部呢，你完整一点的看过一次我们的聊天交流，你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上其实，为啥我老感觉这个世界还是很温暖的？我总觉得这个世界还是好的人多一些。或者说人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我还是觉得我们还是能激发起人的好的那一面的。相信自己啊，朋友们，不要老就是觉得哎呀不行，同事们都很冷漠，身边的人都很坏，我该怎么办？那是个小概率事件，我觉得。牛肉粒原味好吃，换一根。这是我刚抽那根吗？抽腻了，换一根。牛肉干费牙不？我这款贼费牙，你买那个碳烤牛肉粒不费牙。蛋总你好，请问偷感很重怎么办？哎，我一直都不太懂这个偷感很重是啥意思。我已经过了非要弄懂网络流行语是什么意思的年纪了，所以我也一直没有花心思去弄懂偷感很重是什么意思。好，发券了，朋友们，大家抢券，然后呢，随便买点啥啊？咱往下念念，看看他能说给我讲明白吗？因为我是一个 I 人，也确实很社恐。举个例子啊，前几天呢，我去公司的时候，几个同事在过道聊天，挡我路了。我在那徘徊了一会儿，不知道咋走，看没人理我，我就原路返回了，绕到另一边回了工位。啊，这就是偷感啊，就是偷感，干啥事都偷偷摸摸，贼兮兮的，不敢大大方方说。人家同事搁那儿站着，同事搁那站着，然后都不敢说，哎，借过一下，不敢，这就是偷感是吗？偷感就是不勇敢，是吗？不完全是。那咱们再往下读读啊，类似的情况还有在办公室吃薯片。你在办公室为什么要吃薯片？为什么在办公室不吃牛脆脆？不想读了啊！在办公室吃薯片，我不想读了，读不下去了，有点没礼貌了。在办公室吃牛脆脆的时候，总要左顾右盼一下。如果有人注意我，我就不太好意思继续吃牛脆脆了。以及如果我在厕所听到外边有同事在说话，就会多等会儿，等他走了我再走。这些事儿啊，反正啊，回头一想就觉得太怪了，我真受不了我自己了。为啥总是偷偷摸摸的呀？
是我。这都上班了还这样吗？上学这样我能理解。我小时候也有这种类似的感觉，就有一些场景也会这样。但是你说一直这样不太可能，尤其上班以后怎么还这样呢？朋友，一生敏感。不是吃薯片，你看薯片就是太香了，你得吃牛脆脆。我觉得首先吃的东西不对，我确实觉得办公室应该禁止吃薯片啊，确实太吵了。这个吵到别的同事看过来的时候呢，确实不好。吃牛脆脆就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们那个牛脆脆呢，可以撕着吃啊，没有那么响的声音，虽然吃到嘴里是薯片般的脆感，但是不会发出那种讨人厌的声音，好吧？第一条，我觉得办公室呢应该拉黑薯片这种零食，统一换成牛脆脆。厕所，我在厕所听到外边有同事在说话，就会多等会儿，等他走了我再走。这个场景呢也能解决，我先给你一个场景一个场景解决，咱们最后再讲整体思路啊。在厕所听到外边有同事说话，你不就是怕突然出现尴尬不知道怎么办吗？你手机打开出点动静，看点什么短视频啥的，滋啦哇啦的嘛，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那男的外面的同事，哎呦，演大劲了，道具掉了。你让外面同事先知道这里头有人，你自己出去的时候呢，你其实已经先声夺人了吗？你一出去不就没那么紧张了吗？外面的人已经知道里头有个你了吗？对吧？出演出事故了。挂点咖啡啊，喝完以后你看就是甩头特别带劲啊，推荐大家喝点啊。还有一个，过道里有几个同事过道聊天，挡你路了，徘徊不知道咋走，低头玩手机猛走，捧个手机那跟他走到脚边，特别不经意的走到旁边，他们是人，他们又不是小混混，他们还把路给你封死啊？那看你走过来那虎吗？等你踩脚吗？那不让开你不就过去了吗？有那么难吗？咱们先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解决，是吧？这几个场景是不是都能解决？对不对？热爱，热爱，你又来了，你好。对吧？这不都能解决吗？那背后是啥呢？我觉得首先有一个确实是特别怕跟人交流，尤其是怕短兵相接式的交流。我感觉哈，我听下来，可能你这个所谓的 I 人呢，真的跟人长久的，可以比较交心的、走心的，能加深彼此了解的交流，你应该都能交流。你这种短兵相接的遭遇战式的交流，你好像处理不了。无论是突然被人看一眼，突然要经过别人身边，从厕所门里突然蹦出来 surprise， 你好像都有点受不了。你是怕短兵相接，你发现了吗？你先得找准问题在哪儿，你这个偷感。首先，人怕短兵相接是为什么？怕打扰别人，怕别人误会自己，怕在他们极短的时间之内无法让人理解自己。再往深说一说呢，你给一个人要多长的时间，那个人才能理解你呢？其实都不能啊，我这说的有点深了啊。说浅一点呢，就是这种遭遇战该怎么办呢？社会一点就好了，学几个社会词儿就好了。你好，谢谢，对不起，没关系。
深的可以不聊啊，咱们就聊点浅的。就怕这个短兵相接的话，短兵相接就是一些社会用语、社会礼仪，学会了就好了。哎，你好，借过，对不起，啊，哈哈哈，哦，哎，再见，谢谢，没关系，对不起，谢谢，再见，你好，没关系，就熟练掌握用这几个掌握了呢，这短兵相接没这么麻烦。从厕所一出来用哪个词啊？哎，不要用词，厕所一推门出来有个同事就哎嘿嘿嘿，走，就走了。谁要跟你聊天？人家那么爱跟你聊天，人家要上厕所，人家也不想跟你聊天呀。路过，有一堆人在那儿，远远走过来，走到门口，走到快接触的时候，眼神先给他们一个接触，不要回避哦，你先接触，眼神一接触，走了呀，这不就过去了吗？有那么难吗？厕所出来说吃了吗？你才是真偷。学习了。你这偷感更重，咋的？偷感重也不是个问题啊，咋的了到底？喝点咖啡豆也行啊，挂点咖啡呢比较方便。咖啡豆呢，你可以让它磨好发给你啊，都可以买一点。感谢各位，听故事是不是也听困了？喝点咖啡精神精神。我们这刚开始，至少还得1个半小时吧。喝点咖啡啊，以后你要常来小卖部呢，你会发现这个咖啡是个必需品，别以为10点半就不用喝了，还得喝呢，消耗量很大啊。社会科的最高境界就是说话，但是没有信息。我觉得你好信息都太多了。社会科的最高境界是没有信息，就结束了。有时候在公司一天就说这些就够了。哪有那么多话要跟他们说？那爱跟他们说话呢。对不对？再来一遍啊，改不了了。人无法同时2次踏入同一套社会科。猴感。大家可以化偷感为猴感，走上社交巅峰。猴感很重，以后大家都说我有一个猴感很重的同事，每次我们跟他说你好，他说嘿嘿嘿。哎呀，人和人呢相互理解，很有可能是交流的结果，而不是交流的前提。
特别回避交流的朋友可能会错把人和人的理解当成交流的前提，而没有认识到理解其实是交流的结果。我说明白了吗？你老觉得不能说话，他不理解你；你不说话，他怎么理解你？啊，孩子，帮油了，交流起来呀！有那么难吗？哎，有那么难呀？哎，我们的粽子好像要来了。但我半夜别吃粽子了吧，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得了吧。我感觉我吃不下。我们走下一封信了哈，下一封信了哈，谢谢朋友们。哎，今天人挺热闹，今天关键都是这个来，也不是多正常的人可能，但昨天那些太不正常。哎，每天都各有各的不正常嘛，挺好，又是一天。但你好，希望能抽中我，哈哈哈！有个职场困惑，你先哈哈啥呢？你这有个职场困惑还挺骄傲。我是办公室的纪要，就是个干辅助打杂的，平日呢上传下达发文件。困惑是平日里我都有教同事用一些软件，可呢他们都当做个耳旁风，每次休假都是电话不断，信息不断，问我软件怎么用。既然平时不学，那就别用，非要用，他们为什么不能去找隔壁的同事帮忙用，就得给我打电话发信息，手机还操作不了？怎么样能让假期不受工作电话短信的打扰？求讲解。哈哈啥呢？怎么底下又哈哈起来了？我干啥了？我这好好念信怎么也哈哈呢？怎么哈哈起来了？我现在已经这么幽默了吗？我又幽默了？我没有幽默呀，取笑我？怎么取笑我呀？好难受啊！我还以为这个小卖部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地方，我拿你们当朋友，你们背后笑我，我该怎么办？当面笑是没看见吗？不是朋友，你爱回复啊？为啥他们不找隔壁同事帮忙？隔壁同事没回他呀。你这问题问都送分题啊，我就不想回答了，太简单了呀，对不对？没啥难的，你又不是说平时不帮他们，你在休假，你千万啊，朋友，连我在休假这4个字都不要回，就是不回，不回的意思就是 exactly 的不回，不回就好了。然后休假过了说哦，你再给他解决，反正上班了呢，我给你解决一下也是合理的啊，我就给你解决一下，上班了就解决，一放假就不回，不挺简单吗？挂耳不错，挂耳是不错，大家可以买回去喝喝，这都我们明星产品，卖的很好。刚有问推荐酒的，今天有一款新的酒，你们以前来这儿买过别的酒，可以试试这个。它这是个系列啊，有橘酒啊，你们进去可以点开详情，就喝起来也是酸酸甜甜的，
可以点开详情看一看。我记得有单卖的，也有一个组合卖的，你们自己按需购买。这是跟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那个电影合作的，然后葡萄品种呢是中科院的那个什么植物研究所开发的，可以试试啊。好吧，冰着喝啊，冰着喝。然后我们老款的卖的好的橘酒是这个葡萄女孩，来自欢桃啊，一会儿那粽子也来自欢桃，大家可以一会儿粽子上了可以买点粽子。这都是要冰着喝，要冰饮，它就是酸酸甜甜的，然后味道呢比较复杂。就是自然发酵的酒吧，都会偏酸，就这个自然酒都会偏酸，因为它那个它不搁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它需要那个葡萄品种能放的长一点，能自己给自己支棱起来。支棱起来。哦，粽子上了，给大家看一眼粽子这个盒吧，也是好朋友做的，6颗好粽，一盒好粽，来自哪儿呢？也是来自这个我常去的店，欢桃。粽子本人呢是这样的，很大个啊，给你撕开吧。这粽子个很大啊，它这6颗呢，价格你看个头就应该觉得还是可以的，半斤。然后馅儿有鲜肉粽、蛋黄鲜肉粽和豆沙粽，我手里拿的这个是豆沙粽。保质期是12个月，冷冻保存，发的时候应该是会发冰鲜的哈。配料表呢，我给你念一个鲜肉的，就是糯米、猪肉、食用盐、酱油、含焦糖色，然后白砂糖。大概都是这种，就换一换那个核心的材料。大家可以一会儿我们还有10分钟抢个券买点，然后我们就接着读信了。我们是这样的，卖货呢全凭小卖部的老顾客们帮衬，我主要是念信好玩娱乐。这个欢桃的推发是实实在在好吃，由味觉引发，进而牵动五感的知足与满足，希望您能与我们一起体验这份幸福感。包装是这样的，就这粽子也不一定非得送人哈，自己也可以拿回去喝，不是拿回去喝。咋把心里话又说出来了呢？回去喝，像话吗？这玩意儿能喝吗？你在说什么？你是不是太久没有奖品了？粽子是喝的吗？你毕竟是一个直播在卖东西的，你干什么呢？对不起，我确实最近经常在讲念信忘了，有时候就觉得是个电台节目，忘了其实还是个小卖部。下次注意。吃啊，这个是可以自己吃的，朋友们一起吃的。这个粽子呢，我去年就吃了，因为我们关系挺好，去年我就吃了，我印象很深。我实不相瞒，朋友们，我一年也就吃这么一次粽子，粽子几度？粽子呢是零下18度保存啊，粽子几度？要用开水煮15分钟，那应该也100度了吧？煮好以后要放凉了再吃，这个很重要，朋友们，买回去可能像我一样笨的人不知道，我以前都是朋友给我弄。开水开了以后煮15分钟，煮熟之后要放凉一点。放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在很烫的时候打开，它有可能那个肉和米啊就散了，就没有那个粽子的感觉了。你放凉一点，打开它还是完整的，吃起来比较爽啊。我一年就吃那么一回粽子，我觉得这玩意儿确实是太胖人了。
我虽然觉得它很好吃，但我真是不敢天天吃，我就一年也就吃那么一回。这粽子一个是半斤。我看一眼，我再确认一下。我这刚这嘴瓢成这样，我别又给说错了。哎我天，我这紧张。说这一个粽子多重？说750毫克，嘿嘿，摸个个的，没有啊？看看啊，多重？干啥呢？在哪呢？这重量也不写呀、250克，没问题啊，半斤一个，半斤一个。盒子就是这样的，你说送朋友吧也行，自己吃也没问题啊。出品也是这个欢桃这个酒吧出品。猫，那猫，没有猫。接着念题了哈。蛋总 ，AI 时代的来临真的很可怕吗？作为3、4线城市打工人，要如何应对呢？听了很多播客，看了很多书之后，发现身边同事跟自己都没有同频的了，现在已经自主离职，可是还没找到想做的事儿，难道学习是错误的？啊，你这是两个问题啊，你这是两个问题。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AI 时代来临真的很可怕吗？作为3、4线城市的打工人，要准备如何应对呢？我是这么想的啊，保邮啊，非要应对呢，你现在可以去找一点这里有猴无猫。头晕，哪有猴啊？准备如何应对？哎呀，我天呐，没啥可应对的。我觉得现在呢，我的感受是这样的，因为这个 AI 呢，虽然很热闹，但它其实还是在很初期的版本，我们还不知道这个 AI 更新迭代出来是啥样。你现在针对 AI 做的所有准备，我认为都是错的。就是对 AI 本身，比如说你去学什么 AI 课，哎呀，你去学怎么喂 AI 材料，你去怎么熟练的使用 AI，我认为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啊，我说从事那个行业，那跟你说啊，那程序员啊什么那些岗位那是别人的事儿。我觉得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你去琢磨 AI 呢，这个时候都是错的，因为它还不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熟练应用的东西，它还没长成呢，而且你还容易被骗，你就没啥可用的。你非要对此说我就想做点什么，我不做点什么我害怕，你非要做点什么，你可以学做饭。啥意思呢？就是这个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事情。你去学一些不会被 AI 取代的事情，就无论如何都不会被 AI 取代的事情。当然，你说做饭是不是也有炒菜机器人啊？也有什么？肯定会有，但是那是不是人还是会想吃人做的饭？我觉得这个需求是永远存在的。你就去想一想，这个人永远存在的需求，人是不是永远觉得有另一个人跟他说话很重要？人是不是永远觉得我吃另一个人做的饭很重要？人是不是觉得跟一个人去看演出很重要？人觉得跟人一起喝酒，这个酒才香，对不对？人如果知道这个酒都是机器酿的，他是不是喝起来他也觉得就那么回事儿？你就是做一些
你就想吧，无论到哪一天，人还是会需要的这个事情，你要特别焦虑，你就去学点这种事。剃头，你敢把脑袋交给机器人吗？我感觉3-5年之内反正不敢吧。哪个剃头说来个机器人往那一躺，刀就在你头上，你敢？我反正不敢。我觉得这是永远有市场的。你比如我们老说自然酒，自然酒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这种对机械、对智能的担忧，不是说有了 AI 才担忧的。有机械的时候呢，人类就已经在担忧这些东西会不会取代人类了。有机械的那一天呢，机械就代替了我们的身体力量，是吧？让你走得更快，车啊什么出来了。好吧，那现在 AI 出来代替了你很多脑力嘛。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我觉得 AI 是会帮助我们更大的，它没有什么那个要怎么样的。那其实为什么会有自然酒这个东西？一样的，就是因为在酿酒的过程中，什么叫自然酒？最早酿的酒都是自然酒，你最早的酒那不都是自然酒吗？那你除了自然还有啥？都是大自然酿出来的酒。你就是把酒放那儿发酵，啥也不能搁，因为你那会儿也没有化工产品，啥也不放，发酵好了装到一个陶罐里，那会儿可能连玻璃瓶都没有，完了喝说那是自然酒。那后来大家喝了很多酒，为什么要提出说现在有自然酒？那就是因为中途有太多机器了嘛，很多都用机器，用化肥，然后酒里加化学物质，加硫去影响它的发酵，影响它的风味。然后呢，种的时候种葡萄也催熟什么的，种种这些东西有了呢，就有一帮人同样的很担忧的人觉得，哎，我的生活是不是不像个人了，不够自然了？所以我们做自然酒，都就是一样的，才会有自然酒这个东西。就是人对机器对 AI 的恐惧是一直都有的，大家可能会继续恐惧下去吧，但我不觉得它又怎么样。你非要觉得害怕，那你说这些人，有很多人就回归山林了，他们就住在那种葡萄园里去酿那种自然酒。那我觉得这些人怎么都不会被淘汰吧，因为总有人想喝这些东西，吃这些东西，或者什么有机的农产品呐，是吧？养个鸡，那 AI 养的鸡，一 AI 合成一只鸡，和你养出来的活蹦乱跳吃虫子那种鸡，对不对？那个我们那个牛肉，比如我们这后根边这个草饲的牛肉，我相信将来 AI 很厉害之后呢，你会吃到什么合成的味道，可能吃起来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牛肉的。那你是不是还是会想吃一个叫李诞的你认识的活人，他认识的一个叫开阿蒙的开哈尼牧场的活人，他在他们家牧场上养出来的活牛发券了，朋友们。然后草饲的牛肉养出来，你是不是还想吃这个？就是有这种东西，其实人类社会里一直都有这种东西，无论机械发展成是什么样，有一些机器 AI 替代不了的东西，你如果特别焦虑，你就去干这些事儿。所以你可以给哈尼牧场发简历了，好吧？你刚刚第二个问题不就是说，听了很多播客，看了很多书之后，发现身边同事已经不能跟自己同频了，已经自主离职，没有找到想做的事儿，哈尼牧场欢迎你，好吧？这就是你想做的事儿，你去干。你要是对 AI 很焦虑的话，你去干点这种不会被 AI 取代的事儿。我说明白了吧？举例可能不适合你，但是我的逻辑我觉得我应该说明白了啊，你参考一下，供你参考。大番茄更像小时候吃的那种酸不溜的番茄，小番茄就是甜甜的，一点酸味没有的番茄，随你选择。第二个问题也回答了呀。这孩子一看就是思虑很多的，思虑太多的人呢，一定要小心，就是不要，你可能对你最大的伤害就是来自思虑过多。就是 AI 如果是一把，有人要掏出来枪打你，
就这 AI 现在就是枪都没掏出来呢，你感觉它已经扣扳机了，你就已经要做一些动作了，可能都是错的，可能都是错的。好，李老师，从初中开始喜欢你，哈哈哈。我的问题，年初因为业务调整被优化了 ，gap 了5个月，每天吃喝玩乐很开心。现在存款告急，但是提不起劲儿找工作，无限拖延修改简历，这种情况咋办？北漂，家里还不知道离职。啥呀？这不就是钱还有吗？只是存款告急，不是存款花光。你如果存款花光，你就不会再问我了。没啥问题啊，你这不是个问题。真的花光了就好了。啊，投稿，应届生没找到工作，好焦虑，感觉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全世界崩塌了。学的专业又累又赚不到钱。今天又听了蛋总自己在奥美的事儿，现在好怕自己选错。你跟刚刚那个人一个情况吧，还是钱没花光。你不要怕自己选错，你先选呀，先选啊，先选。还有这句话，这个题眼是这样的啊，感觉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全世界崩塌了。什么叫应届生找不到工作，全世界崩塌了？全世界的应届生都找不到工作。全世界的应届生都找不到工作，这世界不好好的吗？没事儿啊，有个工作先干着再选。骑驴找马啊，不行，职场浓度高了，来个爱情吧。职场浓度一高就容易严肃，欢声笑语就少了很多。但是嘲笑别人虽然不好吧，但真的很快乐。咱们先快乐一会儿。来个长的，咱们来个长的吧，大家注意听啊！新来小卖部的朋友们，你们也是有责任的。这种很长的故事中间有一些题眼呐，我什么的，我可能会抽查的，随时要问你们的啊。投稿，我和一个高中同学，高中的时候我对他一见钟情，但是呢，他先看上了我。什么玩意儿？就他对你也是一见钟情啊？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呢，刚和其他人分开，当时很喜欢他，但当时很多人和我说他是渣男。然后有一刻他对我很冷漠，其他时间都特热情，我就说我们分开吧。分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有点离不开他，他像是我高中时期的太阳。然后呢也没和好，但是暧昧着，朋友着。过个几个月吧，他谈了另一个人，谈得非常好，轰轰烈烈。这种长故事哈，就总想停下来随时点评一下。差不多1年吧，他俩分开了。他后面呢3年都没谈过，跟我说是觉得那段啊谈恶心了啊。注意啊，他俩就一直没断联系。然后这个女生呢也没放下，一直还关心着他这个太阳的动态。这个太阳呢照耀了别人1年，后来分开呢3年没谈，他都知道啊，他这都知道。这姑娘呢就觉得那个照耀那人的时候给照恶心了，恶心了。他和那个女孩分手后啊，这是男的还是女的？也男的嘛，渣男嘛，对，没说错。他和那个女孩分手后啊，也有断断续续的联系我，但都没有提出在一起。去年冬天我俩又联系上，不是什么呀？啊，行，就是没断联系，一直没断联系，那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联系更紧密了。但是他对我态度很一般，我觉得他一直对你态度就挺一般。我读到这儿啊，这短短的几行字里，我就没有发现他对你态度不是不一般的时候啊！哎呀，
挂耳咖啡啊，这个挂不住耳的没关系啊，挂在杯子上喝的，这个是朋友们可以买回去喝一下啊。这个是你不要像我这样挂在耳朵上，是这样挂在杯子上的，它是这样的，挂不到耳朵上不是一个缺点，是这样，给它撕开，倒水啊，是这样的。对我态度很一般，出去玩呢，玩时甚至感觉很不尊重我，期间断联了，又断联了。这下也正常啊，太阳是吧？每天也就出来几个小时，又断联了，黑夜了，又黑夜了，入夜了，现在又入夜了。过几天呢，突然和我说去他家，他一个人的家，和他朋友吃火锅。他说啊，这就算是和我在一起了。理由是还有理由，我的天！理由是断联那几天，他朋友和他说我俩可以试试。后面因为我去学习啊，一直是网上聊天，很突然，他事业上遇到一点事儿，就不和我聊天了，对我爱答不理。我真不想往下念了。这是太阳吗？这不闪光灯吗？唰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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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和我聊天了，对我爱答不理。他生日那天我给他打个电话就分开了，理由是他现在不适合谈恋爱。理由是他现在不适合谈恋爱，以前好适合哦。他以前可太适合谈恋爱了，哇！我俩都不会沟通，他上一段感情导致他一点也不想付出，给他谈恶心了，他也不想谈了。现在要28再结婚，他现在22。这小闪光灯人生挺丰富啊，这小闪光灯闪成这样才22。这家一会儿2年一会儿3年的，这家每天都在闪，一闪一闪亮晶晶。这我的天，太能闪了，人生经历感觉比我丰富。我就是想问一下蛋总，我17岁认识的他，我的5年就这么草率的结束了吗？分开的原因真的是这样吗？我真的不懂他，但非常喜欢他。5年，人生有几个5年啊，姐妹？有些灯啊，不要再等，好吗？有些闪光灯让它闪，让它闪耀它的，你不要再等它了，好吗？不要听那个广告的，等灯等灯，不要等灯，好吗？走。你是这样啊，朋友，我真的不懂他，但非常喜欢他。你对自己的这个判断是错的，你不是不懂他，你是害怕理解他，害怕懂他，闪懵了。我看你描述的挺清晰的，看我读你的这个描述啊，其实他这5年做的事情桩桩件件，你都挺懂的。你最后你决定选择了不懂他，选择了非常喜欢他，对吧？啊，就这么点事儿啊。
你很懂他呀，你也感觉到他有时候不尊重你了，也感觉到他忽冷忽热了。17岁那年的一句啊，下一句什么来着？你因为共同的17岁那17岁那不重要，反正就是17岁的时候啊，认识了。不要唱，就是17岁的时候认识呢，你就觉得这个事儿太重要了。你后面啊，你再认识点人，就会发现不那么重要了。你可能在一个相当敏感的年纪，相当长的时间段跟一个人在一起，你就觉得他是你的太阳了嘛？出去溜达溜达，很多太阳呢。走一走，太阳很多。我说一句老年人的话，哎，这句话我不想说，但是我一说就显得特别老年人，那我还是说了吧，反正我也是独居老大是吧？已经这个哈，什么我5年就这么草率结束了吗？我真的不懂他。你很有可能是这5年，你也不太懂你自己，你也不太懂人生，你就完全谈不到懂，你是不懂的，你是一个懵的状态。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做呢？就是多体验体验啊，溜达溜达。你好，蛋哥，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前段时间家里给介绍了一个海口的女孩子。你整的咋跟这整的跟来我们这儿买牛肉干问发货的那些人彼此互为边远地区了，一直聊的还挺好，但现在不知道这天该怎么往下聊了，麻烦给我点个名录，谢谢。该见面了啊？不对，家里介绍的，那应该见到面了吧？但听你这描述，可能又是没见过，是吧？我在内蒙古，他说的是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对吧？应该是没见到面。我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前段时间家里给介绍了一个海口的女孩子，哎，一直聊的挺好，现在不知道这天该怎么往下聊。飞海口，咻，飞过去的时候带点牛脆脆啥的。海口那边我们卖这些东西，他们都不发货。你买点咱们呼伦贝尔的特产，你去你不得买点特产吗？你买点牛脆脆啊、牛肉干啊、这奶片啊，女孩子可能爱吃奶片啊，他们海口也没有这玩意儿。我们这个呢，确实都那个海口不发货啊，买点这个带到海口去，正好也帮我们小卖部解决了一个发货问题。见面谈起来。夸夸他，夸下海口，我觉得可以，没啥，就是该见面吧，见个面吧，见个面就知道了。飞过去，好吗？投稿：和前任谈了4年，要和我分手，他找了下一个，不确定到底是出轨了还是分手后找的，但是他想和我继续去做朋友，能继续照顾他，因为我和他在一起借了他很多钱，也在他身上花了比较多的钱。身边朋友都觉得不要继续做朋友了，但是我是他的提款机，但是我是被动分手的。
在一起从来没想过要真的分开，和他在一起有种精神上的富足感。精神上的富足感。你呀，你看直播的时候啊，你比如说看我啊，你刷点礼物，你也能获得精神上的富足感，这是很正常的啊。你花钱了得到富足感也很正常，你咋还愧疚上了？现在被断崖分手，感觉很无助，也不知道适不适合继续做朋友。真惊了呀，惊呆了呀！我觉得这个问题的题眼啊，就是富足。朋友，这位投稿的朋友，其实真实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到底有多富足。你要是真的很有钱啊，你就是真的很富足。我可不是说精神啊，就是你这个物质上真的很富足，就没啥好无助的，就随便。喜欢继续做朋友就做，不喜欢就不做啊。如果他还来找你提款，你发现好像提走的真的是九牛一毛，但是他居然还能给你带来精神上的富足，那就让他提呗。下单，让我们看看有多富足。哎，我真惊了，这都啥呀？这世界真的太丰富多彩了。他是跟前面的前任谈了4年，跟前任谈4年，然后呢分手，人家已经找下一个了，而且他都不确定是出轨找的还是分手找的。完了之后呢，这个前任呢，拿走他挺多钱，就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借给他很多钱，也花了很多钱，完了还要跟他做朋友，换言之就是还舍不得钱，还想花钱，还想花点多少，还想再花点。说我确实跟你分手了，但是这个钱吧，钱是无罪的，钱是无辜的，我还想再花点。说实在的，我扪心自问呢，还想花点，想跟我的新对象一起花啊，就这么点事儿。完了呢，你要是真的特别富足，你就觉得花就花吧，那就花就花吧，怎么不是消费呢？钱这个玩意儿是吧？反正有钱难买你乐意，你如果乐意呢，钱怎么都是消费。你让诈骗也是消费，你给这人消费也是消费，都是消费，对吧？都行，其实真行，我不是在开玩笑。但你相信你也听出了其中的荒唐。你如果已经听出了其中的荒谬呢，那不如想一想，不如把钱存个死期。榜友，给你个好建议，此时此刻马上去把你的所有钱存成死期啊，存成死期，或者买点什么东西，就动不了了。哎，这钱就动不了了。这个手机支付里就剩300块钱，完事了，手机支付就剩300块钱。你再看看这个人啊，你这个前任还要不要跟你做朋友？你这个前任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要跟你做朋友，那就当我看错人了，好吧？是我瞎了，是吧？是我看错人了。如果你这个前任在你没钱的时候居然还要跟你做朋友，回来找我，我表演自戳双目给你看。我不相信。
留50吧，300有点多。300有可能还得给人250。你表演牛胸口碎大石，牛胸口碎大石。哎呀，新来的朋友们，今天有个新品啊，是粽子。节日快到了，有自用需求的，送礼需求的，好吃啊！我今天没吃，但我去年就吃过，是朋友做的，就是这个欢桃做的，1个半斤，还是很瓷实的，很扎实的。等等的，大家可以按口味挑选组合啊。有这个豆沙的，蛋黄鲜肉的，我个人推荐蛋黄鲜肉的，好吃，好吃。常年吃甜粽子的朋友，你试一试蛋黄鲜肉，那玩意儿吃了，让你忘掉甜粽子。也不是这么说吧，反正就是很好吃。这个要水煮啊，多种做法，推荐水煮，水煮比较好吃。不能留50，留50星期4就煨出去了。太难了，到处都是消费的陷阱啊！哎呀，我们这小卖部人才太多了，太幽默了，朋友们。水开以后还要煮15分钟啊，水给煮，然后放凉了再扒开吃，防止那个米散了就不好吃了。要煮啊，要煮15分钟，水开以后还要煮15分钟。接着念信了啊！我该投稿了，丹总好，分享一个情感故事。我有个朋友，经典开局啊！我有个朋友，我还念吗？我看往下看看啊，是那种假装有个朋友的我就不念了。如果是真的是友情有问题，我看看啊。不是，好像真的是有朋友。念念啊，之前一直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比如他和其他女生出去玩，会担心我不高兴。异性朋友谈恋爱瞒着我等。我闺蜜呢说，旁观者看来我就像一个封建社会的大老婆，逮到了在外面偷吃的软饭书生，但是我对她不感兴趣，我也很讨厌他总是欺瞒我的这种行为，所以就和他说的很明确。结果他和他女朋友分手后和我说，我觉得和他在一起不如和你玩轻松。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恶心，开始渐渐疏远。你这是朋友吗？上大学以后，他每天都给我打电话，给我室友发红包。我室友在抖音开直播玩的时候，他也会闯进去评论区喊我，这真的很下头。然后我就一顿输出，所以呼吁姐妹们对这种男的敬而远之。实在不行，和我一样说点难听的话也行。或者蛋总有没有对付这种男的更好的办法？题眼是什么？题眼是什么？朋友们，这道题的题眼是什么？
目前还没有答对的啊，这题不会。男的。这道题的题是男的。太聪明了，太好笑了，这个。这道题的题眼是室友。注意啊，上大学以后，他每天给我打电话，给我室友红包。你不介绍他和你室友咋认识的？姐妹儿，你不是通过你让你感觉到恶心的这个男的是怎么跟你全新的室友认识的？姐妹，很下头，让你很恶心的这个男的，到底是怎么通过什么神通认识你室友，还给你室友发红包的？拉粑粑刷到了。还有1分钟发个券了，大家抢个券买点粽子。哎呀，讨厌一个人呢，就不要再理这个人，更不要再介绍你新的朋友给你这个讨厌的人认识了，好吧？他就自然会消失在你的生命中的。你老产生新的纠葛，他怎么在你生命中消失呢？很简单的啊，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男的这样不好，你甚至你自己本身都不应该再理他了，你还居然怎么还室友什么都掺和进来了？要远离就干干净净的远离，没必要在生活里留一个这种就是不好的玩物，是吧？你把它当成一个玩物也不好啊。粽子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它是冷冻保存的啊，要冷冻保存，你拿回去也是冷冻保存。个头挺大的，半斤一个，盒也不错。往下走一个，是不是情感问题有点多了？来个职场问题吧。哇，好长啊！哇，这个太长了。哇，太长了！这职场题也这么长吗？哎呀，这有一个工作了10年的，这我确定我回答得了吗？工作10年了，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确实收益颇高，喜欢画画和创业，
应该果断断舍离，选择去追求自己的人生，还是暂时保留，边走边看？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和自己的性格很不匹配，也不喜欢工作的氛围环境，不喜欢工作的人，完了还能赚很多钱，你是个奇才啊！目前工作是销售，本人性格本质是内向的，一身反骨啊，不喜欢苟着。在企业这种，哎呀，苟着呢，就是这种啊，就这么啊，文化太重了。虽然我自己也做个管理者，但受不了。想裸辞学习一些其他领域的知识，或是试试创业，但是朋友觉得积累10年完全裸辞很浪费前面的积累，很纠结。我喜欢我去，我爱苟着我去。厉害，不喜欢干10年，可以理解，确实可以理解啊，收益颇高，可以理解。如果他收益不高呢，可能也不会去想新的选择。我支持你辞啊，我支持你辞啊，因为我不用负责任。不是这个原因啊！哎呀，又甩掉，不是这个原因啊。我觉得你如果是你的工作是销售，然后呢，你做一个销售做了10年，你还能赚的很多，你没有积累是不可能的。你是销售啊，你肯定认识很多花钱的人啊，你怎么可能没有积累呢？你这些积累也不是说带不走啊，你怎么会说完全裸辞会很浪费前面的积累？你这个积累不会被浪费啊。首先我是这么认为啊。你去创业，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工作不得卖东西吗？所以销售其实是比较前景，一直都是那什么，你就哪怕画画，你要卖画，你不还是可以用得上你这个销售的积累吗？关键你喜欢这嘎事儿也是有点奇怪，喜欢画画和创业。喜欢画画这个我能理解，我是听说过的。喜欢创业是这样啊，就是喜欢创业这句话呢，是要创了业的人、正在创业的人、创过业的人才能说我喜欢创业。没创业的时候说我喜欢创业，这是荒唐的，因为创业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样描述的，就没法这样说的。就是我喜欢创业，但我没有创过业，你只能说我想要创业，是吧？你说我喜欢创业，创业可跟画画是不是一回事啊？所以你得想清楚，你到底是想要干嘛。创业未必你就能摆脱你的这些不喜欢的这种苟着的企业文化，种种，也挺累的啊。如果你已经工作10年了，收益颇高啊，关键你都工作10年了，收益都颇高啊，咱能不能好好的辞个职，在家痛痛快快的画他1年画，画完再说想干啥？怎么样？你说我这个建议怎么样？行不行？咱们那么多收益也别浪费。你甚至我觉得你如果是工作10年，你还是收益高的销售，你就直接把你这个想法跟你的老板说，你老板可能就让你去了。你说老板，我现在不行了，我要死，我现在再不让我去追求艺术，我马上死。给我1年时间，你让我好好去画画。1年之后我想通了我就回来，没想通我就走。你这1年不用给我发工资，1年以后把这个岗位给我留着，行不行？大概率行，大概率啊，我觉得大概率行。
不行，不行，不行，给老板给你盒粽子，也快过端午了，咱们也别那么横啊。去的时候呢，拎了盒粽子啊，说这个老板啊有点事儿，说不是送礼啊，实实在在咱们都实在朋友啊，实实在在这么多年一起工作，我也没给你有什么表示，买了盒粽子，嘿嘿，放说啊，我马上有一年我要去画画。老板说你说说什么？说什么？我一年画画，你说什么？说清楚点。哎，你先把粽子吃。说你别，这粽子什么意思？你一说，可能他边吃粽子边好接受一点。大过节的送盒粽子不过分吧？这粽子应该谈不到什么违反规定吧？这还好吧？这个价格的粽子，你实在不行送他一个，你买6个，你吃5个，你送他一个，应该肯定是违反不了任何规定的啊。什么馅有豆沙的、咸肉的、蛋黄咸肉的、蛋黄肉的、蛋黄肉不是咸肉，蛋黄肉。我的同事跟我说，我的同事给我发了条微信，说再不让我下班，我马上死。能不能12点发最后一波券？能发吧？12点我们把最后的券发了，让他去睡觉。欢迎各位朋友。羊腿没了，对，羊腿早没了。今天啥卖的比较好？我看看，半天也没有关注。啊，还是奶片啊，牛肉干也很多。对，我确实老没什么产品更新，我下次更新点产品吧，不然大家呢，你说都来过好多次的朋友也不知道买啥。这个葡萄酒跟那个粽子都是这个老板出的，我好朋友。这个自然酒呢，橘酒喝起来是橘子罐头的冰冰的橘子罐头，它不是说所有橘酒喝起来都是橘子罐头的味道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橘酒跟橘子也没啥关系，橘酒还是葡萄，只是这一款喝起来有点橘子罐头味，冰冰的喝啊，可以搭个粽子解腻。那个肉粽子真的好好吃，有蛋黄的那种，回去拿水煮一下吃，煮个15分钟。蛋总，你这都是男性粉丝，没啥购买力，哈哈哈哈哈！不要侮辱人啊！后台数据发出来吓死你，基本就没有男的，可以说几乎没有男的，就你一个兄弟冲进来了，自己还都是哎呀，我们没啥购买力。数据发过来了，女性78.8%，不是没啥购买力，因为很多朋友都老爱听故事玩就其实我也没都是朋友这点东西呢，也都很多朋友都复购好几次了，他可能家里的都没吃完呢，你说老让人家买不合适吧？
来，晚上好，旧电台，我想请教一个个人发展的问题，请问该如何争取想要的人和事物？我现在在法国读漫画的研二，正在画一部漫画，快画完了。学校老师呢都很欣赏，说它可以出版。之前遇到的编辑也对我的故事很感兴趣，让我把剧本和画面发给他，但一想到要主动和出版社沟通，我还是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我非常想要让他出版，也知道自己应该主动去促成这件事，但我就是非常胆怯。之前的工作都是同学同事推荐来找给我的，恋爱上也是靠男生主动来联系我的，但是被动等来的都不是我喜欢的，遇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和人，我总是无法主动出击，很怕失败，这是什么心理障碍吗？我该怎么办？谢谢你，我6年前刚到法国，也是靠旧电台撑下来的，非常感谢你的陪伴。姐妹，我陪伴了你6年，就陪伴出你这么个性格来，我咋陪伴的？我得反思一下我自己了，我这咋陪伴的你？我咋陪伴了？给孩子陪成这样，我好难受呀！都是我的错，我又错了。不是你这里头不是已经有人选了吗？之前遇到的编辑也对我的故事很感兴趣，让我把剧本和画面发给他，有没有可能这个编辑就可以做你的中间人呢？一想到要主动和出版社沟通，我还是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你为啥要主动跟出版社沟通呢？给编辑10%的服务费怎么样？我不知道法国那边怎么收费啊，你俩可以谈嘛。你要不让他开个价，你说朋友，我这个性格谈不了事儿，你觉得我这个剧本画面能出版啊？你去谈，你去帮我狠狠的讹一笔，要到了钱咱们一9分账，怎么样？法语咋说？不会啊，翻译一下，别直接说中文啊。这是不是就完事儿了呀？他肯定也兴高采烈就去了，啥也没干，白捡1/10的钱去谈事儿去了。麻烦你就在家好好继续搞创作呗，也不用啥也不用干。很难吗？我咋陪的你？我这6年咋陪的你啊，孩子？这还得我教？高敏感独居老蛋，无效陪伴。赔少了啊，赔少了可能是。啊，我看到他回复了，我看到这个来信的朋友向立奎，我看看你这个小红书里有你的画吗？哦，还是有的，大家可以点开看看他的画。我突然点开进去了，哎，可以啊，好吧，向立奎，就这么着哈，你就那个找一个这个编辑代理你的事务就行啊，但签合同的时候可得看仔细了，这个版权不要瞎答应，就是各种权，你这个漫画什么改编权，这个权什么你自己还是留在自己手上，反正去谈就行了，让你编辑帮你谈，他收钱就是干这个的。不懂合同，找个信任的编辑嘛。你这编辑不够信任，就找个同学同事都行啊。早晚得懂，早早晚晚。法国嘛，实在是不了解。如果法国人的那些吹的牛都是真的，他们真的很尊重艺术的话，他们应该是尊重艺术的吧？
你可以帮我们看看法国人是不是吹牛，他们到底是不是尊重艺术，看看他们坑不坑你。找刚刚那个销售啊也行，找刚那个姐去，工作10年那个姐让姐现学法语，飞赴法国，你教他画画，他给你谈合同，哎呀，天作之合呀！刚刚那个销售姐不是说想画画和创业吗？这不也创了吗？变成了一个法国漫画家的代理，是吧？帮你销售。完了呢，过程中你教他画画，他给你卖画，钱都不用给他，还是给点，多少给点。姐虽然收入颇丰，也得给点。怎么样？刚那个姐你还在吗？刚那个姐不一定在了。但是我们这个画画的朋友名字可是报够了，那个姐我忘了她叫啥，没找着。以来，这是不是也是法语啊？难道真的是天作之合？他名字就是以来，以来是不是法语？是不是有这么个法语？你俩给我联系联系啊 ！ELY 和向立奎，你俩可能就哎呀一段佳话。好了。怎么又来一个这个呀？我真惊了！今天这同款题型出现好几次了啊！在互联网也是一段佳话了。咱们这个同款题型，这次你们必须帮我回答了。这个同款题型可不能再让我答了。我觉得你们已经成熟了，你们都跟我在这一晚上了，应该这题能答。第一句话，开篇就是一个暴击：异性朋友间有纯友谊吗？同款题啊，打起精神来，朋友们，随堂测验。相处了好多年的朋友，以前学生时候我觉得我对他是纯友情，到了谈婚论嫁了，觉得他条件不错，身边的人呢就说让我追他，可是自己呢又什么感情也没那么喜欢，哎呀，不想主动，不想将就，很纠结。之前嘛一直是朋友的身份相处，但当时我对他毫无非分之想，纯朋友，他对我什么感情我不知道。虽然他女朋友很介意他和我玩，有一次呢刚好去他城市，我带我对象找他，我就说大家都有对象一起吃饭，但他还是没带他女朋友。我觉得朋友嘛就正大光明4个人一起见面玩玩嘛，他女朋友也不会误会我了吗？可是他没有带他女朋友之后，我隐约觉得他是不是当做他刺激谈朋友的意向啊？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他是不是把我当做他刺激谈朋友的异性了？哎，他说话有点颠三倒四，大概理解了。后来因为自己也有生活，就懒得管了。现在身边人都觉得这个朋友条件不错，刚好他女朋友也分手了。注意，是谈了近8年的女朋友。朋友都劝我去追，但我觉得他对我以前没有以前上心。大家也不是学生时代纯粹的感情，感觉都在相互权衡利弊。我不太愿意放下姿态主动，但又纠结，我该主动吗？emo 好久了，我很容易被别人说服，现在也不知道自己是真喜欢他，还是因为氛围烘托到这儿了，确实影响我情绪了。人家拿你当朋友，你拿人家当备胎。嗯。
耳坠子，耳坠子是这挂耳咖啡啊，你不要觉得我怎么挂着就怎么地，好喝的啊。这也是复购率很高的一个产品。我觉得你这个情况就算追也咋追呀？你俩太熟了，咋追呀？你俩只能谈话，不能追了。你俩往那一坐，其实都不是说我喜不喜欢你，你喜不喜欢我，谈这个都生分了。你俩已经不能谈这个，太熟了。你俩就一坐，就直接就是，要不凑合过了。我读来读去就是你就是想凑合过了，又不甘心，不知道能不能凑合过，商量商量呗，看看俩人是不是能凑合过一番新的精彩，凑合出一番精彩来。你俩只能这样了。你其实就是想凑合吧，但是又不想凑合。完了呢，你还不知道人家想不想凑合，关键还觉得他没有以前上心了，就是哪怕凑合过，还想找一个对自己不凑合的，是吗？是不是呀？谈谈吧，聊聊吧，这么多年朋友了，就别整追不追的了，这词儿你俩用不上了。谈谈吧，啊，都聊聊，往那一坐啊，为啥呀？能不能凑合啊？说你着急结婚吗？家里催你了？不到啊，都让我追你，要不结婚，咱俩结婚能行吗？奇不奇怪？那你跟你前面那8年女朋友咋回事？就谈呗，就聊聊呗。这么熟的朋友还搁这问我，谈谈不就知道了吗？13:55了，还有5分钟发券。发券之前，夜猫子时间给大家谈一下那个 ins 的通票吧。一般都是这个点喜欢蹦迪的朋友们上线。在上海的朋友们啊 ，ins 复兴公园6家夜店，6杯酒，每家夜店送你1杯酒，最后一个呢送你一个畅饮，这个价格啊比外面还是便宜的。周5、周6的票，就是未来90天你自己挑一个周5、周6去兑换一下就行了。到了以后呢，11点吧，11点的时候上楼，把6个店的手环先都带上。这后面呢，你去哪家都是畅通无阻，进去呢就要1杯酒喝，他会送你的。最后一家呢还会送你一个畅饮，开心起来，造起来啊！上海的朋友们，动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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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外面是便宜的啊，这个也是刷脸，刷我的小胖脸要来的，经常去，跟他们也很熟。上海的哈 ，Hush 对，这个票里包含 Hush， 这个票就是不包含 KZ， 只有 KZ 不包含。Playground Hush Latin， 算了，这不报菜名了，反正都包含啊。11点去，把手环先换上，后面就不用排队了啊。Ready， 对，蹦起来。未来90天的周5、周6都可以用，好玩吗？我觉得是好玩的。你问我去不去吗？我去也是在1楼5花马，我很少上去。我不上去不是因为不好玩，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今天他们小卖部的人给我起了个名字，高敏感独居老蛋。我高敏感，我高敏感，我又老蛋，我又独居，我还动次啥呀？我还动次。
我现在进去就不是动词了，我现在进去属于碰瓷。我咔一蹦，隔壁那22岁刚那个生命经历比我丰富那么多那小伙，咔一撞我，哎，肋骨断了，啊，赔钱，哎，很新型的碰瓷。人家碰瓷都在街上，那能碰着？去夜店，就往舞池中间接，就等那撞小伙撞我，就找那浑身肌肉不穿上衣的，就往他身边蹭，咔一碰，哎，赔钱。二维码早准备好，掏出来，咔一扫。你们别学啊，说是我。啊，上海的朋友可以去冲一下，玩嘛还是好玩的。我也都去过，我只是确实年纪大了。我现在1楼吹吹风，喝点酒，跟人合合影，挺好，挺高兴。找到天了，找到天了。还有1分钟发券啊，大家可以买点这个 ins 的这个券啊，票，这是票，但是你买的是去那儿兑换就行了，很好用，很简单，很方便。年轻的朋友，这个难不倒你啊，就门口兑换就行。但是听我一句劝，11点到了呢，就先把那手环都提前换好。你要12点进去挨家排队，那可能人有点多，你别那么傻。你都有通票了，你尊贵的通票客人呢，你先把所有的手环都换好，然后酒也先不着急换啊，每家都会送你个酒的，到时候就拿就行了。年轻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我很幸会。对，我没说错，我没有，对，还发券了，朋友们。哎呀，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哎呀，没你们刚领到券的先去买点啥啊？小卖部的朋友们帮我经营一下啊，挂点咖啡买一点吧。怎么只发400张？一看就是新来的。我们以前有时候发10张都发过。你当我们是什么富裕的小卖部吗？我们这小卖部去跟人家小红书讹点这券容易吗？这都是刷脸讹来的，人家就今天给的券还多一点。还怎么才发400张？这可能是我历史上发的最多的一次了。以前10张也发呀。今天属实有点敏感了啊！今天老顾客，因为我这都挂的都是朋友的东西，没什么很新的产品，都是复购比较高的，大家经常买的。那有一些朋友家里实在是牛肉番茄也没有吃的那么快了，他可能就不买了。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对我特别好，可能是看到高敏感的人他心痛吧，他就会帮助我给新来的朋友呢很友好的介绍一下，说哎，哪个牛肉干硬啊，哪个牛肉干软的，咸不咸的，甜不甜的，奶片好不好吃，番茄买大买小啊。你可以去这个在评论区都有答案啊，你就把你的问题打出来，你不要等我回答，他们都会帮你回答。
来，朋友们，上海的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ins 的通票走一走啊！我接着念，这封信有点悲伤，但是我觉得答案非常简单，我给念一下啊。但我是一个99年的女生，留学生活让我感到开心。今年回国后啊，家里的压力、亲人的离世、家人的催婚，让我不堪重负。我有一个在一起2年的男朋友，他比我小4岁。我不知道我应该选择喜欢，还是接受家里人的安排，接受合适的男生。我也不知道婚姻意味着什么。祝愿蛋总生意兴隆，希望可以解答我的问题。题眼是什么？先说这道题题眼是什么？生意兴隆。啊？题眼是生意兴隆。真行啊！看电影就看彩蛋，是吗？你们这些人去看电影的时候，是吧？前面那2个小时啊，就睡觉。彩蛋一出，啊，醒了。题眼是99年啊，99年多大？25。催婚。服了呀！无论如何，首先催婚是不对的。但是我听你这个状况啊，感觉家庭很强势，不光是行为上要求你强势，可能经济上他们也很强势。我感觉啊，可能你们家是一个，你跟你男朋友尽早经济独立吧，先经济独立吧。比你小4岁那个哥们儿，比你小4岁应该也快了吧，也该经济独立了。哎呀，不对，你男朋友21，那可能还没经济独立，可能你俩的这个表面是一道感情题，实际上还是一道经济题，咋办呢？无视家人的催婚，只能不花家人的钱，花家人的钱还不接受家人的催婚，也可以，就比较难，需要一些天赋异禀，就是需要一些，就是又穷又横，这个需要一些天赋啊。又穷又横的人我也认识啊，我有时候也会，但看你不像，这很难教，这是天赋。挣多少算经济独立？不用挣多少，他只要但凡能证明给家人看他能养活自己，他就有资格跟他们说我不听你们的安排。你没有能力证明给你的家人你有可能能独立的养活自己，你是没有办法不听他安排的。你可能最后没有被他安排，但是你没法不听，人家说话你就得听着。money 啊，钱啊，扔到地上是有响的，扔给你也是有响的，就这样。你要是学会了糊弄，就是一边还能花钱，一边还能糊弄，还不听他们的，我也会也行，也不是说非得横啊，也可以就是说嘿嘿嘿嘿，说哎嘿嘿，谢谢谢谢这个月的生活费，说哎呀要介绍我一个，哎呀给我安排相亲啊，哈哈哈哈，你们对我真好，那我来那见见吧。然后就推嘛，现在那个市面上病毒那么多，你利用起来啊！你今天又甲流了，明天又新冠了，后天就说哎呀干咳，刀片脏，对不起啊，
我家里给我介绍你，但是我最近又感冒了，别下个月又一个新型病毒又出来，这都是给你准备的呀，你利用起来呀，你拖呀，99年的孩子这都不会吗？下个月又该发生活费了，先把钱装兜里一装，嘿嘿，病突然又好了，好说你再给我介绍一个吧，介绍来了以后又新冠又该死的新冠又找上我了，先拖呗，拖着你家人可能也习惯了。招数很多，哭嘛。你看今年还遇到亲人的离世了，哎，这孩子可能一下遇到的事有点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你家里人催婚，有没有人拿亲人离世这些东西说事儿啊？如果他们拿这些说事儿，你也可以拿这个说事儿，一提就哭，不听，不接也行。实在不行就哭，咋办？怎么办嘛？让你结你不想结，有男朋友，不知道咋选，哭呀！下一条了哈，我就晚上好，我来上海半年了，有没有去 ins 蹦过啊？可以去一下哈。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和男朋友在一起，在上海这边呢没什么朋友，前段时间和在一起7年的男朋友分手了，想要逼迫自己缓过来，下载了某个交友软件，也加了几个微信好友，但不怎么聊天。我发现呢，他们没来找我聊天的时候啊，我就会想，怎么没人来找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些有孤单的情绪。今天有个男生来找我聊天的时候啊，我却一下很排斥，很害怕他提出要见面。哎呀，就说自己很忙，然后聊天呢草草结束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是这样的情绪。想到这些啊，我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沉重和难受，觉得自己很拧巴。我这样是不是不太正常？为什么我既渴望又逃避？我该如何扩大自己的圈子呢？谢谢旧电台的陪伴。你说我这些年我是咋给你们陪伴成这样的？咱们这相互陪伴，咱们咋都没有长进呢？咱们这纯陪伴呢？唉，头晕。纯陪伴，陪伴纯相伴，说学到了什么？陪伴来着。生活有什么起色吗？多了一个人陪伴。我们这种就叫纯友谊。男女之间有没有纯友谊？有没有？我们秋电台这个男女之间的都是纯友谊，太纯了呀！除了点友谊还有啥呀？这你这啥问题呀？分手了，想交友，不找你聊天想聊天，找你聊天你排斥，要见面不想见，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还不知道你怎么了呀？你怎么了呀？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呀？这是贸易伙伴。我们是贸易伙伴啊。可以去 ins 啊，这个是真的啊。这个大家这个 ins 呢，它本身你去买了这个通票之后呢，你去
去哪家店啊，你可以打开微信的，有一个他自己的小程序，他自己的小程序里头是有交友功能的。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个人喜欢什么样哪家店，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就大概吧，那里边还有脱口秀嘛，你看他喜欢什么，你就能看到一些更实体的人，可能就不像那么说虚拟软件上你还要想一下，哎呀他跟我聊天，你还约个见面，很痛苦吗？你直接买了这个票，你坐在那楼下，你玩这个，你就打开手机一看，哦，这附近就有人，就在这个楼里，哦，大概喝一杯就认识了，就很自然的事儿。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也不是说给这个打广告，你哪怕不是去这个 ins 玩的，你也可以直接走到一个开着门的酒吧里、咖啡馆里那种猫咖，那好，上海有你还在上海，你在上海再不行的话，那我是真是不知道在哪儿能行。上海有很多那种猫猫狗狗的店，就是一个店很多人把猫猫狗狗寄存过来，你就进去玩猫猫狗狗呗，你带点猫条什么的，哎，那玩喂这些猫猫吃东西，跟这主人什么的，不就自然交上朋友了吗？酒吧里进去聊聊天，这不很自然吗？复兴公园坐那儿跟谁喝杯酒聊天，哎，说哪来的啊？怎么的啊？刚分手哈，没事啊，我这刚跟男朋友分手7年，哈哈，7年男朋友刚分手，我挺开心的。你呢？你来 ins 怎么？你怎么回事啊？这不就聊起来了吗？蛋总谈6年了，他劈腿了，不是？等等，天哪，什么呀？啥意思？这句话太奇怪了。蛋总谈6年了，他也劈腿了。我刚以为我看错了呢，他真的这么写的。蛋总谈6年了，他也劈腿了。太依赖对方了，想分手又觉得放不开怎么办？很苦恼。李诞哥哥回答我的问题。他也劈腿了。我回答不了。你这题比微积分都难，这啥题呀、不是，这个字很难打错吧？它中间还有个逗号，谈6年了，后面逗号，他也劈腿了，逗号，这是能打错字的吗？咱们就当你是打错字了。哎，当你打错字就是个很传统的题了，就是要不要原谅，是吧？这经典题，网上一大堆，你就不用问我了。如果是他也劈腿了，这就是一个高端题了，这我也回答不了。我觉得你们能过，下一个吧。欢迎各位榜友们，不知道买啥的朋友买点粽子吧，新品，粽子，大个的粽子，实实在在的粽子，6颗粽子，半斤一个的粽子啊，
尝点这个肉和蛋黄的啊，蛋黄肉的那个，我觉得最好吃。老大这个煮着吃啊，公司发了还没出手呢，你送我。同事，后台同事把地址给他，让他送我，让他把公司发粽子送我，你买我们这个，行吗？行不行？这借口找的，都是这家店的啊，这个欢桃的。我们这个自然酒啊，菊酒在我们店是热销款。他们端午节临近又做个粽子，不是第一次做，去年就做了，去年我就吃过，好吃的，很香，很扎实。但是这玩意儿确实是要少吃，这玩意儿是热量，纯的炸弹呐！吃完了感觉自己，但是确实很好吃，真的很好吃。没吃过咸粽子的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我内蒙人，我们从小都吃枣粽子，白的、糖的，蘸糖中间放个枣，蘸白糖吃，从小都吃这种。我爸呢，那就更别说了，我爸更是吃多少年这粽子。然后呢，我去广东以后呢，我就吃到了咸粽子，我给他买了。我爹现在再也不吃甜粽子了。我们上海也会卖一些那种咸粽子，也有啊。常年买就吃咸粽子，不吃甜粽子。你们试试，真的很好吃。没试过的话，一定要试一下。什么玩意儿？徒手整形关注了你？上错号了吧？下班了不要用官方号瞎关注我啊，用你自己号关注我啊。挂耳咖啡不是挂在耳朵上喝的啊，挂在杯儿上。试试看，吨喝了啊，好喝，提神儿醒脑。像整咖啡豆也很，咖啡豆呢自己整不明白，让他给你磨成粉发也是可以的。粽子好吃，好吃。他合作的店不是他做的，他合作的这个店是一个老店，你们可以点开那个详情看一下介绍，是一个很老的店，产品质量是没得说了，嘎嘎好吃，贼香。我其实今天正确的演示呢，我应该煮熟，煮熟以后呢掰开，让你冒着热气看里面那个蛋黄，看那个肉块，就那种黏糯，那种扎实，那种充满的那种半斤感觉。但是呢，我懒，我还怕浪费粮食。我一个人在家，我这不可能。我刚还啃了羊腿，我还吃了牛肉干，我不可能吃得完，我怕浪费，我就不这么展示了哈。咱们还是要不要浪费啊？我去年吃了，我这不能直接吃啊，要煮啊，水开了还要煮个15分钟，然后放凉一点再吃，不然你会那个肉和那个米会分离，那就不好了。大家真的可以，尤其北方的父母从来都是吃甜粽子的，你可以给他们端午节买一盒这个咸粽子，脱颖而出啊！他吃那甜粽子那真是，也不能说不好吃吧，但是吃过这种肉粽子的，吃过咸粽子，真的是不再想吃甜粽子。怎么会有人吃得下甜粽子？我从小就吃。来吧，哇，好长的信，咱们来一个短信，先来一个短信，再来长信，好吧？
你好，我有2个问题比较短，这个就听着了是咋的？第一个，你觉得好的爱情更容易发生在2个相像的人之间，还是2个不一样的人之间？我现在就回答你，好的爱情更容易发生在不经意之间。2个相像，你去思考2个相像的，还是思考2个不一样的，都经意了。第二，有人说人在长大之前就已经交够了一生所需要的朋友的数量了，所以越长大越难交到真朋友，是这样吗？谢谢。这谁说的？哪来的有人啊？怎么什么话都有人说的？让这些有人不要再说话了。什么叫有人说长大之前就交够足够的？没有啊，我好朋友都长大交到了啊。我目前我天天在一块玩的，全是长大以后交到的啊。越长大越难交到真朋友，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越长大越难交到真朋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不要被这个限制了你的脚步。嘿嘿，我朋友给我发来了图片，他在喝这个酒，正在开酒。你在哪儿呢？你这是在哪儿喝呢？想给蛋总讲个小八卦。去年啊，下半年在某软件华医全国前3某高校的南大，我看到这种开头都特怕。我已经在我们这个电台啊，就我们这个读信环节遇到好几个这种特别猛的姐妹了。看这开头感觉又是一个。去年下半年在某软件华裔全国前3某高校的南大，本人是个只想搞纯爱的医学女博士，我们相差7岁。一开始啊，就是当朋友在聊，初印象呢就是真诚单纯的南大，情绪价值十分到位。见个面呢，发现是个1.9米加的少数民族大帅哥，都怪我被外表蒙骗，那张脸真是谁看了都很晕，就答应和他在一起了。我晕了，谁不晕呢？谁听谁晕呢？这怎么提前谈鞋呀？这人家还没咋就让人走出去啊！我这同事你不睡了吗？这信还没读完，你怎么豁达鞋就弹起来了，就让人走出去啊？嫉妒，嫉妒使你面目全非啊，同事。你在一起之后呢，总发现他各种小情况漏洞百出，还在他手机上发现了某个群，他的朋友们好像都在找姐姐吃软饭。同事，你好神啊！也是有故事的人。没想到我这位同事也谈过1.9米加的全国前3南大。1个月后分手了，还好我花的钱不算太多，还是花了呀。那就是还是花了呗。提醒各位姐妹不要智性恋，现在的本科生都不单纯。姐妹，你这不叫智性恋啊，姐妹，
哎，姐妹，你这1.9米加大帅哥还是有很大的比重的啊，可不是智性恋啊。上粽子吃软饭，这个想吃软饭的朋友们注意了啊，不用非得找姐姐才能吃软饭啊，只需要自己花点钱，100来块钱，6包软饭啊，一包呢是5这个半斤的这个软饭，好吧，里头还有肉，哎，还有蛋，哎，有的还是豆沙的。想吃软饭的朋友，花100多块钱自己吃就可以了，不要再老找姐姐吃软饭了，好吗？推荐给喜欢吃软饭的朋友们。本纯爱战神还一度以为找到真爱了，现在想想还是很气，那是气呀！要不你也来点，这被别人吃了软饭，自己买点软饭吧，犒劳一下自己。也快过节了，端午节，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软饭。还气？我是你，我不会那么气啊，还是气。这关键他有一个细节，我错过题眼了，这个题眼还是让人生气的。他手机上有个群，他的朋友们都在找姐姐吃软饭，就是分享，就是在那儿发攻略，你知道吗？这帮小伙子挺缺德，集体诈骗，组团来的，组团忽悠我来了，这有点过分了。这小伙是吧？哪怕过程中有些真感情，那其实也没啥亏的啊，这就是一段是吧？但是这孩子如果是在群里，目的就不单纯，就要吃软饭，那确实不太好。既然我还在，我再发点券吧。你看我这同事，英明的提前预判弹出个豁达鞋，现在还没下班，居然又要发点券，给大家发点券吧咱。没想到吧？没走的朋友们，没想到吧？居然还有券，发点券买点粽子啥的吗？牙口不好的死男大。早点下班吧。刚刚那个预判的，我的有故事的同事，我这有故事的同事也挺厉害，没读完就知道要走出来。你走出来啊，姐妹。哎，钱花的不算太多，我看着了，钱花的不算太多，应该就还好。别闹心了，就这样吧，就当是个美丽的错误吧。1.9米，还挺帅，还全国前3，是吧？你就假装没看过那个群，骗骗自己得了。豁达鞋，早点走出去啊！给自己买点软饭吃。我再播半个小时吧，我现在一般都是播到1点。血砖。我不能批评你这个血砖，我一批评呢，大家又要说李诞好传统，就这样，直接念下一封。如果2个人同时相爱的点，我的同事发了一条刚刚的崭新还热乎的一条私信。这位朋友你在，这位朋友的 ID 太独特了，叫滚，但我可不是骂你啊，这位叫滚的朋友，
他这个崭新的信是这样的，他说蛋总刚刚看你直播呢，顺手就去洗弄脏了的牛仔裤，然后呢处理完污渍呢就丢洗衣机了，结果你的直播突然没声音了，哎，我把蓝牙关了2次呢，一开，哎，又没声音了，我突然反应过来了，耳机在裤兜里，救出来了，谢谢你，我省了2000块钱，想在你的直播间再买点吧，没什么想买的，你反思一下，我给你省了2000块钱，你没什么想买的，你就啪放个烟花庆祝一下不好吗？就啪放个这个庆祝一下，大家都高兴高兴。没啥想买，太气人了。我感觉你这个迷迷糊糊的状态可以整点咖啡，其实是吧？你喝点咖啡，你聪明的智商就又站稳高地了。可以要求商家给你磨成粉啊，也可以保留这样的豆。精神精神吧，以后别这么糊里又糊涂，好吗？下一题。上次是职场问题，这次是情感问题。很欣赏一个工作中认识的人，对方结婚了，哎呀，只是觉得很聊得来，单纯想主动去做好朋友，发微信分享电影、音乐感受啦啥的，就是肯定啊，也不至于破坏人家的婚姻呐，对方也有可能不理我。这种情况还要继续主动做好朋友吗？顺便说一下，我在你超话签到2111天了，我唯一追星充过 VIP 补签到的艺人。好诡异啊！你为什么要？你不要再花这个冤枉钱了呀！你可别这样啊！你如果连一个陌生的我你都有这份恒心，能连续签到2111天，这男的早晚因为你离婚。就您这水滴石穿，那男的必被你滴穿呐！那男的，要不别逼他了，这谁扛得住啊？啊，这谁刷礼物来了？谢谢谢谢，不用，开玩笑，不用刷礼物。这刷礼物这还是个小红薯，啥意思？别了，不用啊。唉，有点难，你这个情况有点难，除非你也有一个，只有一种情况你们能交朋友，能交的比较好，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了，你是想分享欲，还是挺想跟他聊天啊什么的。你呢也得找一个男朋友。你是女生吧？我看看这个。你没有透露，但是看 ID 呢？看 ID 应该是个女生。哎，不管男生女生吧，反正你得找一个，你得给自己找一个伴侣。谁滚来刷礼物了吗？刚那个拯救了耳机的那个，谢谢啊。行，不用刷礼物，买双货拉鞋吧。哎呀，不要李诞直播，什么玩意儿？刚这个刷礼物这个人是不是说叫不要李诞直播呀？
哦，不看李诞直播，生活有点无聊，这吓我一跳！我说这太横了，花钱买我不直播，真行啊！这，吓我一跳！我说不要李诞直播啊，不看李诞直播，生活有点无聊。谢谢啊，谢谢。哦，我也看到滚了，滚，行，谢谢滚，真别扭。不用刷礼物啊，买点随便买点吃的喝的。我觉得呢，解决办法就是你刚这个朋友啊，你去找一个恋情，然后你们4个人彼此都知道，就4个人，那叫什么 couple date 是吧？就是一起出去吃饭玩啊，结交成朋友，这样就行了。不然你心里也过意不去，闹心是吧？闹心不好，不要闹心啊。下一个了。晋城人，对，你们组成一个晋城人。每天早上起来，你们4个坐在办公室就进了厂上，清早吃剩饭。和前任闹分手，闹个2天呢，又复合了。发现他在闹分手的2天内下了交友软件，复合期间还在每天见交友软件的女生。精彩，又来了一个精彩的。以为我没发现，哎呀，还和我说呢，觉得自己突然开悟了，开悟了，开悟了。我就说我播客说的没错吧，这是一个开悟严重通货膨胀的时代，看见自己了。哎呦，我一发脾气呢，就说我在意的都是相，就是着相的相。我一发脾气就说我在意的都是相，说我没有智慧，说我没有智慧，开悟了。大家呢可以去各大平台搜李诞的播客，听有一期叫《开悟通货膨胀》，就是这样，就是这种情况，就有的人啊做了一些王八蛋的事儿，给自己的王八蛋的事儿找理由。我想开了。开悟后呢，哦，他可以接受啊，说谁也不在乎了，他只在乎自己了。我看他呢是想要在乎更多其他人了。请问开悟都会伴随把女朋友也开掉了这种症状吗？快跑！没别的，快跑！比起出轨来说呢，开悟是个更可怕的事。他如果纯出轨啊，我可能还劝你视具体情况，是吧？这就不敢说了，这就是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敢万欠。但是既然他的情况是开悟了，那就是快跑啊！走出去啊，穿双豁达鞋走出去啊！豁达鞋穿起来，远离开悟人生啊！我们这个鞋也有女款啊，粉色的，很适合你。我来投稿了，分享一个情感故事。哎，这刚念过了。哎，这一些是不是都念完了？刚刚我还特意留了一些巨长的，实在是太长了没念，我看看还有没有。今天来信就念完了吗？
差不多。那就看看吧，还有一些新的投稿，大家也可以积极投稿啊。投稿就是联系这个蛋的小卖部普通店员，积极投稿。投稿呢，我们下次播，明天应该不播了吧？歇一天好吧，该。下次播的时候再就读读投稿。哎呦，这位朋友不用了，谢谢你啊，不用老送礼物。我们小卖部就一点好吃的好喝的你都看不上吗？买点粽子吧，大过节的，这不用是非得刷礼物，你是刷礼物干啥？你买点粽子不好吗？不爱吃软饭，软饭挺好吃的。这盒也行啊，这盒青春洋溢，温温暖暖的。6颗，1颗半斤啊，好吃了。肉粽子啊，蛋黄肉粽、肉粽，还有那个豆沙粽，贼香。我去年就吃了，贼香。今年只会更好吃，不会更难吃，对吧？去年就吃过。这个店开了好多年了，这个店是个很稳定的出品，做粽子，不是什么小年轻。你别看它包装挺年轻，说小年轻做的粽子，不是啊，其实是个老牌子、老字号。你们可以去点开详情页看看。前一阵上班的时候呢，哎，不是这个念过了。来，新的投稿呢，新的投稿走一走。你好，我未来婆婆是个在世慈禧。悲剧。哎，我未来婆婆是个在世慈禧，没见时呢，我看过男友和慈禧的聊天记录。谈到我时，我真是看一页加100功德，跟慈禧见面当天，功德直接加10万。播客就叫李诞啊。先给慈禧买点粽子吧，这也得见面啊。听你这意思，很痛苦，但好像还是得见，买点粽子吧，让他把嘴先堵上。男友夹在中间也很痛苦，我撺掇他，咱们分了吧。慈禧啊，跟你交往了28年，咱俩才2年。男友死活不同意，他爱我，比我爸妈爱我，我为了他向慈禧低头 ，cosplay 深宫小丫鬟，艰难度日。今年，慈禧发现呀，她老公在外面有个红颜知己，性情大变，原来也就是慈禧，现在已经进化成黑山老妖了。前几天他又传我进谏，好痛苦呀！他后面的这个对话就有点荒谬好笑了啊，估计是那个写作技巧了。大概意思就是说，这个慈禧现在是黑山老妖，这个黑山老妖慈禧吧，就慈禧现在呢有点痛苦，突然跟他聊天走上心了，就说这丫鬟问这丫鬟说，人这辈子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我说要不我帮您问问李诞吧，但是需要2袋牛肉干。黑山老妖说我知道他要牛肉干干嘛？不是，他卖牛肉干，咱买2袋，他就在线解答问题。黑山老妖虽然情商低，但钱品一直不错，直接就给我转了钱。李诞哥哥，我日子难过呀，你帮黑山老妖就等于帮我，你说人这辈子活着到底为什么？为了去李诞直播间整点牛肉干。有一部分人活着呢，是为了去码头整点薯条。
好吧，咱们不是那一派的啊，我们这一派是为了到李诞牛肉干，给李诞牛肉干整点小卖部，不对啊，李诞小卖部整点牛肉干啊。哎，这姐们文笔还挺好，太幽默了，太逗了。你俩都能交流这么深入的话题，我觉得你俩能处啊，姐们儿，别买牛肉干了，你给咱们太后买点那啥吧，买点粽子吧，逢年过节的，我感觉你俩能处。他居然开始问你活着到底为什么了，我觉得你俩能处，就当加功德吧，好吧，就当加功德了。哎，这女生太可爱了，太逗，太可爱了。人这辈子活着到底为什么？刚已经回答过了，人这辈子活着到底为什么？为了去李诞的牛肉干整点直播间啊！整点粽子也行。哎呀，别送礼物了，谢谢谢谢，大家没必要送礼物，咱们就聊天就行了。最近啊，相亲相了3个男的，相亲对象约了我3次，啊，不是3个男的，我看差了，就是相了1个男的。然后这个男的呢，约了他3次啊，一次看电影，一次特地开车20公里去逛夜市，一次骑行20公里，3次都没什么话聊。3次出门不超过40句话，但是他又一直约我，平时2天聊一次，一次1个钟头左右，来回大概40句，就是聊天气、吃饭了吗？睡觉了吗？大致这样。求助，怎么呀？他咋想的呀？如何体面的拒绝？一次看电影，一次开车20公里逛夜市，一次骑行20公里，3次都没什么话聊。那不是很好吗？拒绝为什么非要体面呢？那不是很好吗？是啥呀？哪儿好啊？有点幽默了呀，又有点幽默了呀。再约你就不出去就完事儿了，没啥体面不体面的啊！不要再答应人家的约会了。拒绝3次，你不是已经约会3次了吗？拒绝3次，他也就不会再约你了。你俩又没天聊，你又不跟他出去玩，他疯了。那么爱骑车吗？自己骑不行吗？很简单啊。天哪，这是昨天的题，昨天的题后续来了，好长啊。昨天这道题是这样的啊，但有喜欢的人在一起，但因为他比我大9岁，他急着结婚，然后分手了，但我还是很喜欢他。最近很孤单，想找人谈恋爱，但还是喜欢他，怎么办？怎么办？帅哥蛋你好，那我就来把昨天的故事扩写一下。我和我前男友啊是上下级关系，我是应届生，他是我的带教导师。这可以谈恋爱吗？这不能谈恋爱吧？就一直对我特别好，特别耐心的教我，然后经常约着一起出去玩。从一群人到后面2个人，后面有一天我自己一个人去他家吃饭，他就告白了。
我们就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我完全没有感受到女朋友和朋友的不一样，还是跟之前一样，周末一群人出去玩，我就觉得我只是朋友，而不是女朋友。然后聊天的话题基本上就是打游戏和工作，比较少聊三观情感。唯一一次聊到相关话题，也是直接跟我说未来他对我们两个的规划，希望在一起1年后直接结婚，就感觉压根儿没有任何情侣甜蜜期，直接步入婚姻，相处模式也只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之后就找他深入聊天，表达不想这么早结婚，并且表达对这段关系友情以上恋人未满的感觉很难受，就进而分手了。虽然分手了，现在还是每天一群人一起吃饭，没有人知道我们在一起过。我感觉还是喜欢他，我真的做不出来，太爱吃饭了。哪来的这群人？这群人什么人呢？这是一群好爱吃饭的一群人啊。首先咱不知道啊，我只能说我不是很了解，有可能是已经离开那个学校啦，对吧？她说的她跟她前男友是上下级关系，可能就是说，在她是应届生的时候，她是她带教导师，然后认识了。这个带教导师可能不是说本科生和老师是吧？带教导师的意思应该是他进入了一个新的单位，然后找了一个带教导师，所以不涉及那个职业那个问题是吧？对吧？应该是这个意思，我没给记错。我第一下有点懵住，我以为是一个师生恋的，那师生恋的问题可就复杂了，这应该不是那意思。意思就是他是一个晚进的来新公司新的这个对，就进了这个新的这个不知道什么机构吧，然后有一个带教导师啊，是他的这个男朋友，完了呢，整个这个故事呢，就是一群人一起吃饭，老一起吃饭，完了他俩没在一起的时候呢，这群人就一起吃饭，在一起了呢，这群人一起吃饭，分手了以后呢，这群人一起吃饭，然后没有人知道他们俩在一起过。首先，我现在非常需要你把你们吃的这个饭发给我，我很想知道你们吃的是啥饭。其次，我也很想，咋办呢？我觉得你也挺可怜，你这还喜欢走不出来。我也很想很温和的跟你说，但我感觉你现在不需要温和，你现在需要一些残酷。你给我走出来！你干啥呢？你干什么呢？啊，这么爱吃饭啊你？你俩这不就没谈过恋爱吗？出来！我们这个午夜电台有规则的啊，有一些基本的规矩。第一，不做道德上的评判；第二呢，牢记，当你一只手指着别人的时候，3个手指指着自己。所以，任何时候想要说别人的时候，我都要提醒自己，你也没有好到哪去啊，不许那么说别人，收收收。所以我就不评价这个男的咋回事。你赶紧出来啊！我没法评价，不方便评价，你快出来！如果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恋爱的感觉，还可能有一些误会在。你们分开了，
还每天一群人一起吃饭，还没有人知道你们两个在一起过，他也是若无其事的样子，那不就验证了你之前的感受吗？就是没啥爱情在这里啊，就你们这段关系里的爱情含量极低啊，你能接受一段爱情含量极低的恋爱吗？能接受就别出来，你这都涉及不到走出来，没发生，没有发生，你从一个没有发生的地方走出来，幻觉，没有什么爱情这里头。好吧，该睡了，差不多了，还有2分钟，我们休息吧。又是走出来的一天。也可以喝点啤酒啊，朋友们。啥？可以从今天的投稿里选一位，送出人生4格。什么人生4格？我的照片啊！我那天麦当劳拍那个照片啊，我送我的照片给他们，是这意思吗？是送那个相框还是我的照片啊？太荒谬了吧！为什么要送人家我的4格自拍啊？谁想要这玩意儿？太荒谬了吧！不是，我自恋到什么地步？我送人家4张我的照片，疯了！啊，行，也送相框，是一个麦当劳的那种相框，然后呢里头有照片，当然我那个照片到了，你可以扔了，你就把你的照片放进去。唉，我来找一个，在投稿里找一个吧，找一个幽默的朋友。刚那个谁不错，那个黑山老妖那个不错，问人生意义那个黑山老妖那个姐妹吧，慈禧那个，你把那个人生4格啊送他，可一定要送我的照片，给别人咱们就不送照片了，给他一定要把我的照片夹得好好的送给他。姐妹啊，你收到这个礼物以后呢，同事啊，我不知道这个姐妹在不在，反正你送的时候你告诉她我在直播间是这么说的，你到时候给她写一段文字，这是这个相框的使用指南。收到以后，请把我的人生4格照片摆在你们全家福的旁边，没有全家福呢，就摆在慈禧的照片旁边，就客厅啊什么那个显眼的位置，就放她旁边，让她困惑，让她迷茫，嘿，喝点啤酒让她啊，夏天到，喝点啤酒，别那么闹心，别老管别人。哎呀，太好笑了！而且我那个人生4格是这么长一条，特窄，这么窄，就一条4张照片。你那个相框你还可以留着用，你把我这一条啊，你塞到他的那个相框里。如果你们有合影的话，你把我塞到你们中间，放里，迷惑，完全懵了。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他想不通的，他想不通，他怎么能想得通呢？我都想不通。怎么样？就这么办啊，朋友们。我看看我的同事们还有啥要求，反正咱们把那个券什么都发光了，我们礼物也送了，大家一会儿我
关了以后还是睡不着，可以去各平台搜索李诞的播客，听听播客也行。啊，再买点啤酒，买点啤酒啊，买点啤酒，我们撤了。哎呀，其实今天这个啤酒我们都没有好，不是这个新朋友都没有好好介绍，但我也确实很嘴笨，就这个菊酒我一直也不知道该咋介绍这个自然酒，反正就喝起来酸酸甜甜的啊，但它的味道还不是说果汁那种酸酸甜甜，是比较丰富复杂的自然酒，然后是跟那个宇宙探索编辑部联名的，好吧，自然酒买回去也是冰着喝啊。好喝嘛，只能说我觉得好喝，这就是酒的困扰。明天不一定啊，明天不一定播。哦，读书，天哪，差点忘了。这环节主要昨天没进行，今天就差点忘了。大家临睡之前可以给自己整点酒。今天的新品就是这个酒和那个粽子，粽子和酒啊，酒和粽子，粽子和酒。剩下的就是回购了。新来的朋友不知道买啥，就是老三样：奶片、牛脆脆是预售，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就奶片吧，可以买点奶片。找个啥念一念，随便翻开一个啥读一下，读一下，我们就休息。哎，不行，朋友们，睡不成了，出事儿了。刚刚说那个我没认出来，大家忘了前情提要了。昨天我们就念过他一封信，今天这个未来婆婆是慈禧太后这个姐妹啊，昨天出现过。昨天是谁呢？我一说你们就想起来了，就是昨天她要分手跟那男的，后来给那个男的从100斤喂到200斤，140斤喂到200斤，就那你凭什么说我不爱你？极限拉扯的那个，还欠了那个男生特多钱，那个有印象吗？就那姑娘，她欠了那男孩特别多钱，你看现在就决定要在一起了，婆婆都见了，慈禧。昨天说她现在正躺在我的腿上，搂着我的抱枕，边吃零食边看电影，开心的像个200斤的孩子。现在决定走下去了，挺好，没事，咱们以后一起走下去啊！我已经送了你的那个我自己的照片相框，咱们一家4口好好过啊！荒唐，荒唐啊，荒唐啊！朋友们，在最后的时光里，随便再买点啥，我就碎去了，我就破碎了。我找一个啥给你们念念。哎呦，例行公事啊，每天这个是答应了的，不念还不行。昨天是因为跟宋妍霏开玩笑没念。好难找啊！哎，算了，还是声律启蒙，还是声律启蒙最好念。随便找一段声律启蒙。
它主要这里头有的字我不一定认识，念错了很尴尬。我找一段这个生僻字少一点。哎呀，都多呀，很尴尬呀。哎，算了，就开始吧。茶对酒，赋对诗，燕子对婴儿，栽花对种竹，落絮对游丝。四目节，一足户。葵，这字念啥？葵。算了，这个字我就不一定把握了。哎，已经卡住了，算了，别丢人了。全是生僻字。嗯哼哼哼哼，你练练再念，我这要睡觉了，你这还在这念。找一个老外写的吧，外国人有没有外国人写的呀？我这边没有太多书啊。托尔斯泰吧，找找标注过的笔记。这个可以，哎，哪去了？找一段这个托尔斯泰标注过的。暮色降临了，天气暖和，一片片湿润的雪花静悄悄地飘落在泥泞的街上。想到他把就要逝去的这一整天都睡过去了，他心里忽然涌起了一阵难以忍受的悲哀。已经过去了的这一天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想到，我把我的青春给毁了。他忽然自言自语地说，倒不是因为他真的想到他毁了自己的青春，他甚至压根儿没想到这回事儿，而是因为他脑子里突然想起了这句话。你如果读托尔斯泰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他有大量的心理描写都是这样的，这就是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会写到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想着一件不知道是为什么的事儿，写的太好。他的这么优美的、这么好的、完美的心理描写，在托尔斯泰的几乎每一页上都看得到。怎么会这种作家？太可怕了呀！我还活着干什么啊？唉，拜拜，朋友们，睡觉了。明天不一定播啊，明天再说明天的事儿。